我穿越到了强者为尊的世界，本想靠着家族一飞冲天，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可从我弟弟出生后，一切梦想都化为了灰烬。只因我弟弟出生时身上金芒环绕，并且天降异象，引得万人朝拜。这一拜直接令他连升5个层次，而我的修炼资质却非常低下，是别人眼里的废柴。各种资源和家主候选人之位也全部给了我弟弟，就连定下的娃娃亲也被人上门退婚。这样的屈辱，直接让我喊出了那句经典名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毕竟穿越和退婚都是妥妥的主角模板。然而就在我以为会拥有外挂时，却什么都没发生。无奈我只能躺平。我18岁时就被父亲赶到了偏僻的捕风场，还责令我不得打着林家的名号行事，而愿意陪我来的只有贴身侍女婉月。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机械的声音：恭喜宿主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废柴。每日情报系统激活成功，本系统每日会随机提供2条信息。今日情报1：九华剑宗弟子楚风，3日后将在横断山脉捡到一只太古遗种兽，具体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万宝商会今日贩卖的62号盲盒内会出现一本异兽图鉴，把它烧掉后会获得吞天魔功。闻言我直接跳了起来。太古遗种顾名思义，就是从太古时期存活下来的物种，实力十分强大。而吞天魔功则是一种通过吞噬他人本源来增强自身的强大功法。这种功法没有特定的门槛，任何人都能修炼，并且每吞噬一种特殊体质的本源，修炼者的实力就会得到显著提升。只不过这种抢夺别人东西的功法，在修行界被称为邪魔歪道，但对于此时的我来说，这就是我变强的希望。我瞬间做出决定，吞天魔功一定要拿到手，到时候再前往横断山脉。反正3天时间内，太古遗种兽蛋并不会被别人捡走。随后我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万宝商会，直接对掌柜吩咐：给我拿62号盲盒。老掌柜笑着把盲盒取了下来。您来的真巧，前脚刚有人想要62号盲盒，结果没带够钱，出去筹了，没想到后脚就被你看上。闻言我心里忽然紧张了一下，这盲盒里可是有吞天魔功，如果被别人买走，这好事可就轮不到我了。幸好我来得及时，我立马给掌柜付钱，将盲盒收进储物戒指后，便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将盲盒取了出来。只听咔嗒一声，盲盒被打开，只见一本异兽图鉴正静静地躺在盒子里。我按照系统告诉我的方法将它烧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在灰烬中扒拉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骨头。我有些疑惑，这该不会是头盖骨吧？话语刚落，这块骨头上就浮现出许多神秘符文，符文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钻进了我的眉心。下一刻，吞天魔功的修炼方法详细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迫不及待的修炼起来。随着我的功法运转，方圆100米内的天地精华源源不断的涌入我体内，直接为我轰开了修炼的大门。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肉身境第5层。这一刻，我彻底呆住了。在这个世界，修为境界分为肉身境、神藏境、灵海境、神功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境界，而每个境界又分5层。要知道，哪怕是一些天才，想要肉身大成，也得经历3到5年的时间。而我在修炼吞天魔功以后，仅只用了1夜，此刻唯有牛逼2字才能表达我的心情。就在我努力压下内心的激动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今日情报1：拥有元阳之体的采花贼莫野正在行不轨之事，详细位置请点击。每日情报2：横断山脉中有山宝现世，引众多修炼者前往，3天时间内不会有人找到山宝所在，山宝位置可点击。我眼中灵光一闪，元阳之体是特殊体质，我只要使用吞天魔功将其吞噬，说不定可以突破到神藏境。看来太古遗种兽蛋的事还得往后放一放，先将这个元阳之体吞了再说。当我按着系统的标注赶到地方时，只见一位白衣女子手里拿着剑，正紧紧追赶着一个瘦小猥琐的男人。淫贼，侮辱了我的师妹就想逃走，哪有那么容易？此人正是明月宫的弟子苏清渊，他本来是和师妹外出游玩，没想到却被莫爷这个采花贼盯上，甚至他的师妹已经被莫爷祸害。莫爷虽然正被身后的女子追击，但他神色丝毫不慌，反而还不断说出一些污言秽语，调戏着后方女子。苏清渊被莫爷的话气得满脸通红，手中的剑直指采花贼。就在他准备上前的时候，突然浑身一软，瘫倒在地，手中的剑也掉落下来。苏清渊声音无力：你对我做了什么？莫爷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能让你放开身心、激发内心原始欲望的宝药。接下来，咱们俩就做一对野鸳鸯吧。莫爷望着苏清渊清纯可人容貌，他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直接扑了上去。苏清渊面色一变，被莫爷死死压在地上。他想要推开莫爷，却根本使不上力气。这时我偷偷捡起地上的长剑，然后对准莫爷的菊花位置，狠狠刺了进去。只听莫爷惨叫一声，随后浑身抽搐着断了气。这采花贼恐怕到死也没想到自己会是这样一种死法。见状，我立即上前，准备拎着莫爷的尸体离开。就在这时，吞天魔功竟然自己运转起来，开始炼化元阳之体，纯净的能量不断涌入我的身体。我正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好消化，可一旁神志不清的苏清渊突然一把抱住了我。救救我！我眉头皱了一下，他这是中了魅毒，如果不解毒的话，他会全身筋脉断裂而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救他。1个小时辰后，我的境界直接突破到了神藏境，这简直令人震惊。我只吞了一个元阳之体，就能进阶到下一个境界，并且连体质也变得更强了。不客气地说，若是放在前世，此刻的我就是超人。随后我看着地上的苏清渊，留下了一些灵石后，便离开了这里。我刚离开不久，苏清渊就缓缓睁开眼睛。刚才他虽然神志不清，但也隐隐有些印象。采花贼没能得手，自己应该是被别人救了。他快速穿好衣服，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境界竟然突破了。原来的他只是神藏境，现在竟然踏入了灵海境，还来不及惊讶，苏清渊就见到了地上的灵石，心里满是怒火。这是把我当什么了？
不论你是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而此刻的我已经来到了横断山脉，根据系统的指示，我果然在山脚下发现了一颗兽蛋。这枚兽蛋约莫成人拳头大小，蛋壳是青色的。当我手指轻轻触碰时，甚至能感觉到微弱的脉动。我仔细打量着这颗奇特兽蛋，看起来它马上要孵化了。随后我拿出一些灵石，放在这颗兽蛋旁边，加速它孵化。然后我又划破手掌，将鲜血滴落在兽蛋上，让蛋内的太古遗种幼崽记住我的气息。没过多长时间，只听咔嗒一声，蛋壳顶端逐渐剥落，露出金红绒毛的小脑袋。片刻后，蛋壳彻底碎裂，小兽扑腾着翅膀站起来，它歪头看了看我，忽然抖了一下身子，惊鸿羽翼展开，竟然带起阵阵微风。我惊讶出声，这似乎是风雷鹰的幼崽。随后它蹦蹦跳跳的来到我肩上，用头部亲昵的蹭了蹭我的侧脸。我眉头紧蹙，该叫你什么好呢？铁蛋还是翠花？名字不好起啊。风雷鹰幼崽听着我的话，顿时急了，连忙比比划划。我揣摩着小风雷鹰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你长大后一定会很厉害，是空中的霸王，所以想叫天霸。小风雷鹰当即点头。我温柔地看着他，那就叫天霸吧，你喜欢就好。当给小风雷鹰取好名字后，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决定休整一夜再出发。第二天系统准时发来播报：今日情报一，石碾村下了一场暴雨，一块刻满神秘符文的石碑被暴雨冲刷出来，将神秘符文以特定的顺序排列，即可获得人王印。如何排序，请点击。今日情报二，大屿山有一座古墓现世，如今正在被地龙帮挖掘，古墓地图请点击。我看着这两条信息很是心动。人王印是一门十分强大的功法之术，尤其修炼到大成境界后，其威能足以毁天灭地。这座古墓有地图的话，倒是可以去试试，不过先把山宝拿到手再说。当我进入了横断山脉的时候，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战斗的痕迹，地面上都是人和兽类的尸体。突然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应该是修炼者想要山宝，所以和野兽们发生了激烈冲突。我知道自己实力还不够强大，所以就小心翼翼的前行，不和其他修炼者接触，毕竟有些时候修炼者远比凶禽猛兽更加危险。随后我一步步走向山宝的位置，这时两个中年男人从远处走了过来，我心中一紧，他们两个竟然都是灵海境强者。此时年龄较小的一位出声：大哥，这次的山宝藏得够深，竟然还没找到，你说这山宝是不是已经被人抢走了？另一个年长的男人语气坚定：不可能，山宝是灵物，如果被拿走了一定会有动静，继续找，一定能找到。随后二人再次出发寻找山宝，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个醒，看来我拿了宝物，一定要赶紧伪装起来，别被发现了。我眼见两名中年人离开，便迅速前往了山宝的具体位置。有着系统加持，我果然找到了山宝，那是一节雷击木，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跟枯树根没什么两样。我轻轻摸了一下它，这就是山宝，难怪没人找得到。随后我直接开挖，当雷击木被彻底挖出来的时候，一道光柱顿时冲向天空，空中浮现出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影，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来寻宝的修炼者的目光，大家全部向着这个地方赶来。我迅速将山宝收进储物戒指，然后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如果我此时向横断山脉外面跑去，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等到有人过来，我就假装刚刚赶来，混在大部队里，肯定能蒙混过关。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修炼者，刚才路过的兄弟也在这里。二人后悔的直拍大腿。这时一名面容阴鸷的中年人站了出来，我心中忌惮不已。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着神功境的强大气息，有不少修炼者立马认出了中年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散修楚煞岩。楚煞岩冷冷的出声：大家安静，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山宝出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谁向横断山脉外走去？闻言众人都纷纷摇头表示没有。楚煞岩凌厉的目光环视四周，也就是说获得山宝的人还在我们这里，谁拿了山宝，现在最好赶紧交出来，如果没人承认，被我查出来了，别怪我不客气。一刻钟过后，依旧没人站出来承认。我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静静望着眼前一幕。谁都不是傻子，不论是谁获得了山宝，都不会傻乎乎的交出来。楚煞岩脸色直接黑了。那么现在大家都把储物戒指拿出来，我要挨个检查。话毕，他突然向周围打了一个眼色，另一名神功境瞬间爆发出强大威势，镇压住了在场所有的修炼者。楚煞岩这个举动直接犯了众怒，谁也没有想到，两名神功境强者已经在暗中联手。我眉头深深皱起，此刻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悄悄运转吞天魔功，随后大喊出声：大家别信他，他要洗劫我们身上的宝贝，快逃啊！一众修炼者顿时分散逃走。见状，楚煞岩直接和自己的盟友对众多修炼者开始下杀手。我趁着人群混乱，拼命向外面逃去。好在吞天魔功可以隐藏我的气息，降低了自身的存在感。在一片厮杀声中，我终于冲出了横断山脉，但是我却不敢停下。连续奔逃1个时辰后，我才终于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口中剧烈喘息。这次好险，没想到竟然还有神功境强者存在。不过山宝总算到手了，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我拿出一张地图看了看，突然发现我离石碾村很近，我目光一亮。既然如此，正好去瞧瞧石碑。随后我立马启程前往石碾村。石碾村是个靠耕种狩猎为生的普通山村，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虽然没有直接冲击村庄，但是却冲毁了耕地，也断了村民的生计。附近的一座道观特意前来救援，同时也发现了这块石碑。我来到了石碾村后，见到了一群道士，年轻道士全被石碑上的神秘符文吸引，只有老道士注意到了我。老道士向我行了个礼：这位居士，如今石碾村刚遭受天灾，不知居士来这是干什么呢？我一脸悲痛：道长，我路过这里，
想要一碗水喝，没想到这里竟然发生了灾害。老道士热情邀请，原来是这样，居士可以去我的清风观。我笑了笑，主动把话题引到了石碑上。多谢道长好意，我还要赶路，就不去了。不知道掌门围着一块石碑看什么？老道士对我没有丝毫隐瞒，直接向我解释。我们过来救援时，发现是这块石碑救了整个10年村，并且上面的符文非常神秘，似乎有着大秘密。我看居士也是修炼之人，如果好奇可以去参悟一下，说不定能获得一些好处。我没想到这老道士竟然如此坦诚，这份胸怀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我一脸感激，多谢道长。很快我也来到石碑前，只见这块石碑上的符文印记密密麻麻，足足有上百个，而其中就隐藏着人王印。一般的修炼者想要自己参悟出人王印，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有系统，已经掌握了符文的排列规则。半个小时后，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炸开了一样，人王印这3个充满威严的大字顿时浮现在我脑中。同时，我也知道了这块石碑的来历。几千年前，人王的仇家实在太多，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后代会被清算，人王直接斩断了与后代的一切因果。从此，原本辉煌的人王一族开始逐渐衰弱。最重要的是，人王印只有人王的后代才能领悟。我心中不禁感叹，原来这个10年村竟然是人王的后代。人王前辈，既然我得了您的传承，就一定不会亏待您的后人。于是我直接找到了10年村的村长，并让他将所有村民都集合起来。我没有废话，直接宣布：如今10年村受灾，我表示非常悲痛，但生活还要继续，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我身上有些金银和零食，接下来会下发到每一位村民手中，请大家排好队来领取。虽然这些财物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人王印，但却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村民们原本死寂的眼中顿时出现了希望的光芒，全部下跪向我道谢，有些人更是激动地哭了起来。老道士也行礼表示感谢，我连忙扶起他们。大家快起来，不用这样。接下来我和村民交谈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了10年村。当我返回古风城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我刚取出雷击木，想要好好研究一下，没想到雷击木竟然直接扎根到了地下，主根更是不断向地下延伸，而雷击木上的绿芽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最后变成了1节半米左右的柳条。我震惊地看着眼前这神奇的一幕。这时婉月见我回来，脸上顿时浮现惊喜，可当她目光落在焦黑的木头上时，疑惑地皱了皱眉。公子，你可算回来了。不过你把这些枯树根弄回来做什么？我连忙解释，这是雷击木，可不是什么枯树根，它有很大作用的。随后我直接岔开话题，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婉月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准备好了，公子来吃吧。晚饭时，婉月双手托腮，一双卡姿兰大眼睛紧紧盯着我，看得我有些不自在。我放下碗筷，婉月，我脸上有花吗？婉月语气温柔，感觉公子回来以后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赶紧打马虎眼糊弄过去，能有什么不一样？快吃饭吧。毕竟现在我还没法解释我为什么能修炼了，这件事有关系统，我谁也不会说。婉月点了点头，没再追问，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吃完晚饭后，我又研究了一下这节雷击木，可依旧没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只好返回房间修炼。然而我不知道的是，雷击木上酿出的那条柳枝竟然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逐渐笼罩了我的小院。同时我带回来的风雷鹰在雷击木旁边做了一个小窝，它那双灵动的小眼睛充满了对雷击木的好奇。一夜时间很快过去，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之中响起：今日情报1，万宝商会下午将补充一批盲盒，36号盲盒中有一张兽皮卷轴，阳光照射后可获得行自秘的修炼方法。今日情报2，拥有10股煞体的9域邪宗少宗主夜煞被他人挑战，明日会路过古风城，位置请点击。闻言我顿时一惊，行自秘是9秘之一，修炼至大成境界将拥有世间最快的速度，而9域邪宗的少宗主正好拥有10股煞体，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经验包。我迅速做出了决定，既然36号盲盒下午才会到货，那我就先去大屿山的那个古墓好好捞上一笔，正愁没有钱呢，这不就送上门了。半个时辰后，我就来到了大屿山，刚到我就感觉身后有动静传来，于是我立刻躲到附近的树林。只见2道鬼鬼祟祟的人影从盗洞中钻了出来，其中一个长相干净的人吐槽：妈的，这个古墓建得跟迷宫一样，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主墓室。另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应和：是啊，里面有大量机关陷阱，咱们已经少了很多人了，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挖掘。这时一道满是欣喜的声音在盗洞里面响起：帮主找到通往主墓室的正确通道了。闻言，地龙帮主刘彪顿时一惊，快速下了盗洞。见状，我也立马行动起来，因为手里掌握着古墓地图，所以我并没有从挖出来的盗洞进，而是来到一处山涧小溪，直接跳进了水里。这条小溪中就有一条通往古墓的通道，很快我就进入了主墓室。主墓室内，一口石棺被4条锁链悬在空中，并且在石棺的表面还刻满了镇压符文，就连主墓室的周围也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黄纸符箓。我看着眼前夸张的景象，突然有些惴惴不安。这应该不会诈尸吧？最重要的是，主墓室内除了这些镇压邪祟的符箓，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我眉头一皱，看向石棺，既然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只希望不会诈尸吧。随后我直接跳上了石棺，并强行打开，一股扑鼻的香气从石棺之中涌出，我内心顿时紧张起来。正常来讲，石棺里应该是一股腐烂的味道，可现在我却闻到了香气，这实在是不正常。只见石棺内部，一具红袍女尸正静静地躺着，她眉眼精致如画，能想象出她生前是怎样的美貌。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头顶还贴着一张镇尸符。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靠，这肯定是大鬼！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可目光还是忍不住瞟向了她手指上的那枚储物戒指。我低声念道：对不住了，这段时间手头有点紧，借你储物戒指用一下了。
说完，我麻利的从他指上退下戒指，然后赶紧合上石棺，头也不回的冲出了主墓室。一段时间后，主墓室的门再次被打开，地龙帮的人闯了进来。他们很快就发现石棺盖被移动，却根本没有在意墓室里那些黄纸，径直围到石棺边。帮主刘彪更是跳上了石棺，一把将棺盖推开。当刘彪见到女尸的瞬间，不自觉的咽了咽口水。他下意识的伸手褪去了女尸身上的红袍，正想要仔细端详那具完好的躯体，可就在此时，一股突如其来的阴风吹过，女尸头顶的镇尸符也诡异的燃烧起来，瞬间烧成灰烬。与此同时，红袍女尸睁开了双眼，刘彪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逃，一只冰冷的手却已穿透他后背，捏碎了心脏。他连惨叫都未发出，身躯便迅速干枯萎缩。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吓坏了其他人，他们慌忙向外逃跑，可最终谁也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女尸杀光了所有人后，他缓缓抬手抚摸曾经戴戒指的地方，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我消失的方向。此时我已经回到了小院，并且开始查看女尸的储物戒指。这一看直接让我惊呆了，里面足有100立方米，零食堆积的像小山一样，里面竟然还有息壤龙涎叶和灵玉髓。我将那块拳头大小的息壤轻轻撒在雷击木周围，只见原本焦枯的木头周身一颤，一股磅礴的生命力从土中涌现，原本半米长的柳条迅速生长，转眼已延伸至1米左右。让我意外的是，柳条突然断掉一截，化为一只翠绿手环，主动戴在了我的手腕上。我微微一笑，这难道是你给我的礼物吗？多谢了。随后我取出龙涎叶，小心喂给蜷在一旁的风雷鹰。这灵液对兽类滋养极大，当风雷鹰喝完所有龙涎叶后，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羽毛也散发出铁色光泽。最后我直接喝下灵玉髓，温润又汹涌的灵力在体内化开。随后我运转吞天魔功，引导着这股力量贯穿4肢百骸。寻常修士吸收灵力难免浪费，但吞天魔功却将其尽数炼化。我的修为水到渠成的突破灵海境一层，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推开了修炼之门。而瓶中的灵玉髓不过只消耗了一小部分。这时婉月从房间走出，喊我吃饭。她隐约看见我身上的变化，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眼泪止不住的掉。我望着眼眶泛红的婉月，阿月，你怎么哭了？婉月哽咽着出声，我只是为公子高兴。阿月期待公子有一天能证明自己，让人们知道公子才不是什么废柴。闻言，我立马将婉月搂入怀中安慰，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毕竟我和婉月是最亲近之人，如果她什么都没有发现才怪呢。但是阿月却并未询问我什么，只希望我变得更好，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吃过午饭以后便去了万宝商会，此时老掌柜和一些伙计正把一个个盲盒摆在身后的货架上，我立马来到货柜前，要36号盲盒。掌柜微微一笑，好嘞，稍等。这时，一道双目赤红的身影直接闯进了万宝商会。此人正是赵虎，也是上次老板口中去筹钱的人。赵虎声音粗犷：“老掌柜，今天新到了一批盲盒，对不对？10号和36号，还有52号盲盒，我全都要了。”等一下，老掌柜一脸为难：“你来的不巧，其他盲盒都在，但是36号盲盒已经被这位顾客买走了。”话毕，老掌柜就要把36号盲盒递给我，赵虎立刻阻止：“等一下，这盲盒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里面还有我的幸运数字，其中一个肯定会出宝物，所以36号盲盒我必须要拿到。你再换一个别的盲盒。”赵虎瞥了我一眼，伸手就要把盒子拿到自己手里，只不过我的速度更快，一把将盲盒抢了过来。随后我毫不客气地回怼：“这个盲盒我已经花零食买了下来，所以这就是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我真的很想骂他一句：“换你大爷！这36号盲盒之中有行字秘，其他盲盒里有吗？”但想想还是算了，我可不想把行字秘暴露出去。见状，赵虎脸上满是怒气，眼看就要发生冲突。这时老掌柜连忙出来打圆场，赵虎强行压下内心的怒火：“老掌柜，我就给你万宝商会这个面子。”对于赵虎来说，万宝商会绝对是他惹不起的存在。如今老掌柜既然出来说和，他自然要借坡下驴，而我只是冷冷地看了赵虎一眼，便直接离开了。以我如今的实力，根本就没把赵虎放在眼里。我离开万宝商会后，直接向家赶去，希望能快点修炼行字秘。突然，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清香，下一刻时间仿佛都静止了，就连扬起的尘土都悬在半空。我瞬间呆愣在地，因为一位红袍的女子站在我面前，正是古墓石棺中的女尸。一股凉意直窜天灵盖，草诈尸了！一只冰冷的手无声无息地搭上我的肩，死亡的触感清晰的让我头皮发麻。就在此时，我手腕上的柳条手环却泛起了莹莹绿光，下一秒时间再次流动起来，喧嚣的人声和车马声瞬间涌回耳中。我猛地回神，红袍女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不断搜寻着红袍女子的身影，可根本找不到。我面露一色，这是错觉还是真的？难道我真被那个女尸盯上了？我压下心头不安，步履略显沉重的往小院走去，却没注意到，在一条偏僻的巷子，红袍女子看着我离去的背影，眉头紧紧地皱起来。刚才触摸我肩膀的手，像是被狠狠焚烧过一样，直接化为了焦炭。女尸的眼睛死死锁住我远去的背影，片刻后，她身形一晃，像鬼魅一样悄悄尾随我，直到看见我推开院门，走进那座被淡淡光晕笼罩的小院时，她脸上骤然浮起一抹难以掩饰的惶恐。女尸猛地后退2步，转身没入巷子阴影，消失的比来时更快。回到小院后，我就迫不及待取出了兽皮纸，并将其照射在阳光下。光线透过皮面，渐渐浮现出一行行流动的暗金色符文，正是行字秘的修炼法诀。我将符文脉络牢牢记住，随后闭目凝神，开始修炼起行字秘。据说行字秘修炼到大成境界，甚至可以追赶时间长河。有了行字秘，往后无论是追击强敌，还是险境脱身，都多了份底气。第二天，系统机械的声音再次响起：今日情报1，气运之子云晨明日将会来到捕风城，并在一个摊位上淘到价值10万灵石的古玉。摊位具体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
神偷白小贼最近偷到一张灵犀秘境的传送符，白小贼的位置请点击。听见这2个消息，我脸上顿时露出笑容。云晨身为气运之子，看上的玉肯定不一般。如果一直跟着他的话，岂不是可以不断薅羊毛？而灵犀秘境更是传说中的存在，里面有着大量机缘，一直都被几个强大势力所把控。这些势力的天才们大多都拥有特殊体质，对我来说正是好机会，所以这张传送符我一定要得到。但是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那就是九域邪宗少宗主的尸骨煞体。很快我便在街道上看到了一老一少2道身影，年轻的就是九域邪宗少宗主叶煞，看起来岁数大的是叶煞的守护者莫老。我刚想上前，就发现2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快步向城外走去。我眉头皱了皱，压下立刻动手的念头。凭我灵海境1层的实力，对付叶煞很容易，但是对上他身边这位守护者就有些不够看了。所以我想要对叶煞动手，就必须得将2人分开才行。我没有犹豫，悄悄跟了上去，一路出了城门，越走越偏。正当我集中注意力等待出手时，前方的莫老身形一顿，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竟然头也不回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见状，叶煞的脸瞬间惨白，也惊慌失措地开始逃跑。我完全不明白这2人究竟是什么情况，难道有仇敌正准备对他们动手？不过莫老离开，倒是给了我击杀叶煞的机会。我立刻使用行自命，身形一晃就追了上去。叶煞察觉到身后的动静，瞬间反应过来，我要对他不利。叶煞眼中闪过杀机，嚣张的大喊：“我可是九域邪宗的少宗主，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袭击我？简直是找死！”话毕，叶煞拔出一柄红色的战刀，直接向我斩来，血煞之气瞬间吞噬了大地。见状，我冷冷地哼了一声，双手快速施展人王印，一道金色掌印从天而降，在人王掌印下，血煞之力简直不堪一击。叶煞直接被掌印拍飞，狠狠撞击在地上，口中鲜血狂喷，身上的骨头不知断了多少。叶煞挣扎着抬起头：“你究竟是谁？”我根本没有任何废话，上前一把捏断了他的脖子，随即迅速离开现场。刚才战斗动静不小，一定会引来许多修炼者的注意，快速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我在一处偏僻山洞中落脚，没用多长时间，尸骨煞体就被我炼化了。我体内法力翻涌沸腾，灵海境的壁垒也接连破碎。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惊喜的发现修为已经达到了灵海境5层。虽然我修炼起步晚，已经远远落后于同辈天骄，但有了系统帮助，我完全可以弥补，甚至是超越。随后我走出山洞，开始查看白小贼的位置。这时天已经黑了，而此时的大屿山破庙里，白小贼正在给自己的徒弟传授偷盗的技艺。一众徒弟听得非常专注。这时一名灵动的少年突然发问：“师傅，听说你今天偷来了一件宝物，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闻言，白小贼手拿一张蓝色符箓，在徒弟们面前晃了晃。那是自然，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一张秘境的传送符，只要拥有它，就能传送到秘境之中。话还没说完，白小贼只觉得眼前一滑，好像有道影子闪了过去。再低头一看，手里的传送符就没了。他顿时火冒三丈，想也不想拔腿就追。可那道黑影快得离谱，白小贼拼了命的提速，可不但没追上，距离反而越拉越远。他喘着气停下来，白小贼不甘心的开口：“好快的速度，但是想要从我神偷手里抢东西，绝不可能。”他猛吸一口气，身形嗖的飙了出去，快得像一道闪电。结果还是连对方的影子都没够着，眼睁睁看着黑影彻底消失。白小贼简直怀疑人生，他堂堂神偷，居然在速度上被人甩这么远。白小贼搓着牙花子，恶狠狠出声：“别让本神偷抓住你，不然一定要你好看。”然而当白小贼返回破庙时，却看见小徒弟们围着一堆灵石大呼小叫。白小贼面色严肃：“这些灵石哪里来的？”灵动少年凑过来回话：“师傅您回来了，就刚才您追出去之后，桌上突然多了个储物袋，里面整整3000灵石，还留了张纸条。”他说着就把纸条递过来，白小贼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灵犀秘境传送符我拿走了，这些灵石算是给你的补偿。”白小贼看完心情非常复杂，这是已经料到我追不上吗？算了，传送符没就没了吧，这波也不算太亏。而此时我已经揣着灵犀秘境传送符返回了自己小院，有了传送符，接下来只要等灵犀秘境开启就行。一夜时间很快过去，今日情报1：虚界于今日午时降临，心中默念虚界即可进行登录。虚界详细信息请点击。今日情报2：108000里外的大荒之中，一株圣药黄血草成熟，3日后就会被人采走，具体位置请点击。我眉毛一挑，直接点开了虚界的详细信息，越看我越惊讶，这虚界就相当于是虚拟网络，进入虚界的修炼者可以进行交易和修炼，具体怎么操作还得亲自去体验。而这第2条消息瞬间让我无语了，那株圣药离我108000里，别说3天，哪怕30天我也赶不过去啊！随后我眼中顿时一亮，既然我得不到，完全可以通过虚界将这个消息高价卖出去。打定主意后，我决定今天午时进入虚界，而现在我要抢在气运之子云晨的前面，先将价值10万灵石的古玉拿到手才行。我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摊位所在的地方，一个满脸胡子的摊主正在摆弄货物，我一眼就发现了那块古玉，强压下内心的激动。老板，这块玉石怎么卖？大胡子摊贩上下打量了我一眼，500灵石，你就拿走。我顿时露出吃惊的表情，直接砍价。你咋不去抢呢？这地方有真东西吗？就5块灵石？大胡子摊贩脸色变得飞快，成交，今天我就当开个账，灵石拿来。我微微一愣，右手在头上挠了一下，抢气运之子机缘，
似乎有点太顺利了。但我也没再多想，直接付了零食。大胡子摊贩收下零食，把古玉递给了我，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我的心里同样乐开了花，完全没有想到这块价值10万零食的古玉就这么轻易到手了。随后我转身离开摊位，就在这时，一名青年正好和我擦肩而过，正是气运之子云晨。云晨来到大胡子摊贩前仔细寻找，却并未发现古玉的踪影。他连忙讯问大胡子摊贩，却发现古玉已经被人买走了。云晨面色顿时一变，他来到古风城就是为了养魂古玉，来酝养师尊日渐衰弱的残魂，没想到竟被人捷足先登。云晨不甘心地掏出20块零食，追问大胡子摊贩：“老板，买走古玉的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大胡子摊贩大概描述了一下我的容貌。接下来，云晨在古风城转悠一圈，却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心中十分恼火。就在此时，云晨手指上的戒指突然发出微弱荧光，一道悦耳动听的御姐音在他脑海之中响起。此人正是云晨的师尊沈星兰。云晨，别生气，养魂古玉没了就算了，师尊我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不久后灵犀秘境就会开启，到时候还有机会，而且里面有大量机缘在等你。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赶紧离开这座被鬼气笼罩的城池，不然你随时都会有危险。云晨低头回应：“是，师尊。”随后迅速离开了古风城。我回到家后就开始研究起这块古玉，很快我就在古籍上找到，这是一块养魂古玉，可以蕴养神魂。我心中顿时一惊，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怪不得系统判定它价值10万零食。这时一道高深莫测的声音在我脑海之中突然炸响：“虚界降临，欢迎各位修炼者进行登录。”我立刻将100块零食放在身边，内心默念一声：“登录虚界。”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就出现在一个宽阔的广场。没过多长时间，广场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修炼者，他们每个人都身披黑袍，脸上也仿佛打上了马赛克。我咧嘴一笑，这个设定不错，只要我不愿意，没人能探查我的真实身份。很快，一些机灵的修炼者抓住了商机，直接原地摆起了摊，一时间叫卖声不断，广场变得非常热闹。我清了清嗓子大喊：“这里有圣药黄血草的消息，2日内有效，只需要1万块零食。”话语落下，周边顿时安静了，众多摊贩和修炼者都震惊地看向我。一名修炼者着急追问：“圣药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一脸平静：“想知道啊，1万块零食，并且这个消息我只保2日内有效。”那名修炼者立刻砍价：“1万块零食太贵了，又不是真正的黄血草，只是一个消息而已。”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我直接被气笑了。就因为是黄血草的消息才卖这个价，要是真正的圣药，100万零食你都不一定能拿得下来。我口中呵斥出声：“都闭嘴！1万块零食不讲价，想要就给钱，不想要就滚蛋！”闻言，周围众人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这里是虚界，一切都是虚拟的，他们连我的体型都看不清，更别提查我身份了。就在这时，一位黑袍人来到我面前：“你手中黄血草的消息是真的吗？如果是，那我买了，而且现在就可以把1万块零食给你。”我信誓旦旦的保证：“当然是真的。”黑袍人似乎怕我骗他，又威胁了一句：“如果是假的，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绝不会放过你。”随后，黑袍人把零食交给了我，我也把黄血草的消息都告知了黑袍人。下一刻，黑袍人的身影逐渐虚幻，看起来是离开虚界了。接下来我就该去虚界最神秘的区域了。很快我就来到了大梦万古区，这是虚界最特殊的地方，简单说就是能让修炼者自由做梦，尤其是做修炼梦。这里现实和梦中的时间流速大约是1比12。更神奇的是，大梦万古区域存在着4层梦境，前3层每一层的时间流速都是上1层的12倍，只有第4层梦境特殊，据说没有人去过。因为梦境层数的效果有高低，所以要花费的灵石也是依次递增。我不禁感叹一声，看样子必须得多搞灵石才行，这样以后白天寻找机缘，夜晚在睡梦中进行修炼，简直完美。随后我进入第1层梦境修行，这一次我主修行自秘，加强自身速度。不久之后，系统发出播报：今日情报1，灵犀秘境将会在明日正式开启，气运之子云晨将在灵犀秘境获得凤血，凤血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修炼者楚煞炎杀人夺宝，获得月华琉璃果，如今身受重伤，正在一处隐秘之地紧急疗伤，楚煞炎位置请点击。我看着第1条情报，心中无限感慨，不愧是气运之子，就连凤血都能获得。不过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这凤血就是我的了。而情报2的楚煞炎，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当初在横断山脉，他仗着自己修为高嚣张跋扈，想要检查所有修炼者的储物戒指，要不是我凭着吞天魔功制造混乱，趁机开溜，别说山宝了，小命恐怕都得交代了。如今他重伤在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随后我点击了一下楚煞炎的位置，直接找了过去，一来是报仇，二来他手里的月华琉璃果正是我急需的宝物，若能将之炼化，说不定自己就能踏入神宫境了。而此刻的楚煞炎正被巨鲸帮的人追杀，他身负重伤，根本无力对抗，只好躲在一处隐蔽洞穴中疗伤。良久，楚煞炎伤势才稍稍缓和。楚煞炎咬牙切齿的出声：“巨鲸帮，你们给我等着，我伤势好后一定灭了你满门。”随后他见伤势稳住了一些，就挣扎着起身，想尽快离开这里。可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如鬼魅般闪过，楚煞炎根本来不及反应，整个人被一股巨力轰飞，后背狠狠砸在岩壁上，原本已经止血的伤口瞬间全部崩裂，剧烈的疼痛让他差点昏死过去。楚煞炎口吐鲜血，强撑着摆出防御姿态：“混账东西，你是谁？”我却懒得理会，一脚将他踹飞，然后一拳接一拳的打在他身上。楚煞炎被打得面目全非，终于忍不住求饶：“你不是巨鲸帮的人，你究竟是谁？我和你有什么仇怨？赶快放开我！”我这才停了手。那就让你死个明白。
我就是横断山脉里拿走山宝的人，今天特地来取你性命。现在知道了。话毕，我直接一拳击穿了他的心脏。楚煞颜脸色充斥着愤怒，原来山宝是被你夺走的。但是他话还没说完，就最终彻底失去了生机。我迅速取下楚煞颜的储物戒指，毫不留恋地离开了现场。回到家后，我在楚煞颜的储物戒里一顿寻找，果然找到了月华琉璃果。传说只要吃下一半果肉，就能洗涤凡尘浊气，帮修炼者突破心魔，使灵力运转像月华一样丝滑。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将整颗果实服下，盘膝进入修炼状态。良久之后，清冷而磅礴的神秘力量从我体内弥漫开来，脑海中轰然一震，仿佛有一座巍峨宫殿被悄然开辟，那是神识的居所，灵魂力量的源泉。我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质变般的力量，嘴角忍不住扬起一抹笑容。这月华琉璃果真是好东西，直接让我进阶到了神功境1层。随后我又进入虚界开始修炼，转眼来到第2天，今天是灵犀秘境正式开启的日子，凡是有灵犀秘境传送符的修炼者都能进入灵犀秘境。今日情报1：九华剑宗弟子楚风将会在灵犀秘境第2层获得大眼神诀，大眼神诀的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绝恶宫拥有绝灭魔体的天骄凌晨霄将在灵犀秘境最底层获得一具圣体残躯。看见情报1，我微微一笑，又是九华剑宗弟子楚风，上次我先他一步将太古遗种兽蛋拿到手，这一次再遇到，只能算楚风倒霉了。况且绝恶宫是我林家的大敌之一，尤其当年我资质低下，可没少被绝恶宫嘲笑攻击，而且这个凌晨霄曾经还羞辱过我。若不是家族长辈及时赶来，说不定我早死在这个凌晨霄手上。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笑容。凌晨霄，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获得圣体残躯。突然，灵犀秘境传送符有了动静，周身蓝芒闪耀，颤动不止，这是在提醒众多修炼者，灵犀秘境已经开启，可以进入。随后，我用法力催动传送符。当我在睁开眼睛时，来到了一片山林中，四周古木参天，看起来和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根本不敢停留，必须要赶在气运之子云晨前面，先一步拿下凤血。很快，一片枯败的梧桐树林出现在眼前，树木焦黑，枝叶凋零，整片林地死气沉沉，没有丝毫生机。我喃喃自语：看来找对了，这就是真凤曾经栖居的梧桐树林，只是如今已经彻底枯萎了。搜寻片刻后，我终于在一棵最粗壮的梧桐树下发现了一滴悬浮在半空，嫣红中流转着金芒的血珠，血珠内部隐约有一只凤凰的虚影，散发出勃勃生机，这就是真凤之血。我强压激动，取出玉瓶，小心地收了起来，然后迅速离开，准备找个僻静之地再将凤血炼化。而晚来一步的云晨看着空荡荡的林地，脸色非常难看。云晨怒气冲冲，一拳砸在焦黑的树干上，别让我知道是谁抢走了凤血，不然我绝不会客气。这一切我却并不知道。此时我已经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部下简单静置后，便盘膝坐下，取出那滴凤血。我深吸一口气，将凤血吞入腹中，在我的丹田气海处，一团拇指大小的血珠正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灼热气息。我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脸色也因痛苦而变得扭曲，但我却没有丝毫退缩。凤血是天地间珍宝，炼化过程很是凶险，一不小心就会爆体而亡。可一旦成功炼化凤血，我的实力将会迎来质的飞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骨骼开始泛起淡淡的金芒，血肉也仿佛经历了一场涅槃重生。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丝凤血的力量被我彻底炼化后，我身体爆发出一股强横的气息，震得洞内碎石簌簌落下。我惊喜地发现自己来到了神功境4层，自身的恢复力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寻常皮肉伤恐怕转眼间便能愈合。我心中欣喜，却不敢多做停留。灵犀秘境第2层还有大眼神诀在等着我。随后向着灵犀秘境的第2层赶去，途中一阵剧烈的打斗声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悄悄靠近，只见林间空地上，气运之子云晨正与2名散修对峙，那2名散修满脸愤怒。这朵凝魂莲是我们2人先找到的，如今你却要强行夺取，也太不讲道理了吧！云晨周身雷光隐隐，气势凌人。我就是道理，别说凝魂莲现在就在那，谁都能拿走，哪怕是在你们手里，只要我想要，你们就得乖乖交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死，现在立刻滚蛋！2名修炼者神色难看，实力差距让他们敢怒不敢言，正准备憋屈退走，其中一人眼神余光忽然瞥见什么，猛地指向云晨身后，大声喊着：“快看，有人正在采取凝魂莲！”云晨当即冷笑一声：“你们想骗我往后看，然后你们再偷袭我是吗？没想到你们连这种小把戏都用出来了。”真当我是黄毛小子吗？这时云晨师尊沈星兰的声音响起：“云晨，真有人在采取凝魂莲。”云晨脸色一变，迅速扭头向后看去，却只见到了一个背影，而凝魂莲也已经消失不见。这一刻，云晨直接破防了，气得浑身发抖。养魂古玉没能到手，凤血也被人截胡，现在就连凝魂莲都要被人给抢走了。云晨内心怒火蹭蹭直窜，混账东西，想在我云晨面前夺走凝魂莲，简直是痴心妄想。话毕，云晨周身雷光闪耀，连忙追向我。见状，我口中冷哼一声，全力施展行自秘。没用多长时间，就已经脱离了云晨的视线。身后远远传来一声充满不甘的咆哮。我笑着收起凝魂莲，速度丝毫不减。云晨，你速度太慢了。随后，我直接通往秘境第2层的入口，留下原地的云晨面色苍白，俨然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师尊，我追丢了。在速度方面，我竟然赶不上他，甚至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沈星兰声音无奈，
云晨，你别气馁，这次只能认栽了。如果我没看错，他施展的是9秘之一的醒字秘，并且他身上还有未炼化干净的凤血气息，应该就是他夺取了凤血。云晨更加委屈，他本想着师尊会安慰自己几句，没想到师尊却让他认栽。云晨面色阴沉到极点，牙齿更是咬得咯嘣响。难怪我的雷动9霄都追不上他，可恶啊！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这个多次夺取他机缘的家伙弄死。我在甩掉云尘后，立刻来到了灵犀秘境第2层，那里不再是山林，而是像迷宫一样的幽暗地下洞窟。根据情报指示，我径直朝大眼神诀的位置走去。与此同时的楚风手里攥着那张标记模糊的兽皮卷轴，楚风一边焦躁地对照路线，一边在错综复杂的洞窟里摸索前行。可他却不知道，我根本不需要这份地图，直接掌握着大眼神诀的精确位置，所以我先楚风一步来到了目的地。只见洞穴中央盘膝坐着一具白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大眼真君的尸骨。想当初灵犀秘境还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大眼真君也是一位顶级的强者，没想到却死在了这里。我对着大眼真君的尸骨拜了拜，大眼真君，晚辈有礼了。随后我目光落向他骨掌中握着的一枚温润玉简，上面记载的正是大眼神诀。我拿起玉简直接离开，只不过正好和楚风撞上。楚风见到我的瞬间，眉头顿时紧锁。咱们见过吗？我连忙摆手，没见过，不认识。话语落下，我径直与他错身而过。如今大眼神诀已经到手，我可不想发生什么没必要的冲突啊！楚风盯着我迅速远去的背影，心头莫名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他快步冲进洞穴，找遍了整个地方，却一无所获。楚风的神色非常难看。可恶，难道大眼神诀被刚才那个人拿走了？楚风脑中灵光一闪，猛地记起，我想起来了，当初我在横断山脉遇到过他，他从我身边经过时，肩膀上就有那只我正寻找的太古遗种鸟兽，现在连大眼神诀也被抢走，难道他与我八字相克吗？这时我已经来到了灵犀秘境最底层，寻找那具至关重要的圣体残躯。只见四周岩壁上镶嵌着幽蓝的发光矿石，将这片空间映照得像鬼域一样。而在这片死寂之地的中央，停放着一具庞大的残躯，他半截身躯嵌在金石台座上，周围的地面刻满了古老的符文。我刚要上前，前方却出现了一名身穿黑袍、面容阴鸷的青年，此人正是绝恶宫凌晨霄。凌晨霄正得意地打量着圣体残躯，这就是林家心心念念的东西，果然不一般。虽然已经死去多年，但是肉身却没有腐烂，只是现在属于我绝恶宫了。闻言，我眼神一冷，绝恶宫与我们林家是世仇，只要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肯定会阻拦。更何况家族一直希望找到这具圣体残躯，来帮助我拥有荒古圣体的弟弟提升实力。凌晨霄既然找到，就绝对不会放手。就在凌晨霄准备收起圣体残躯时，我身形骤然消失，下一刻就闪现到他身边，一拳狠狠地打在他脸上。凌晨霄整张脸瞬间扭曲变形，满口牙齿混着血沫喷出，整个人像破布袋一样飞出去，重重撞击在石壁上。凌晨霄从碎石中挣扎起身，胸腔剧烈起伏。混账东西，竟敢偷袭我，找死！话音未落，凌晨霄就开始施展他的特殊体质绝灭魔体。只见他周身魔气暴涌，暗紫色光焰瞬间向我袭来。我大喊一声：“人王印！”金色掌印伴随着巍峨虚影在空中出现，带着恐怖威势向着凌晨霄砸去。凌晨霄再次被拍进了石壁深处，口中鲜血狂喷。这时凌晨霄终于看清了我的脸，瞳孔骤缩，失声惊叫：“你是林月！”我身形一闪，瞬间来到他身边，一把捏住凌晨霄的脖子，将他从石坑中拎了起来。我语气平淡：“凌晨霄，好久不见。”话落，我直接运转吞天魔功，吞噬绝灭魔体。凌晨霄只感觉到他的本源力量正在被抽离。凌晨霄震惊的大喊：“你这是什么功法？为什么能吞噬我的魔力？快住手！”我冷漠地看着他逐渐灰败的脸，手却没有停下来。凌晨霄此刻彻底慌了：“林哥，我知道错了，饶了我，我发誓以后绝不找你麻烦。”闻言，我冷冷地笑了笑：“你不是错了，是知道自己该死了吧？”接下来一阵惨叫声在洞中响起。最终绝灭魔体被我彻底炼化，我的实力也获得大幅提升，来到了神功境5层。随后我收起圣体残躯，转身离开了灵犀秘境最底层。突然我感觉到一股明显的排斥感，这是即将离开灵犀秘境的征兆。每位修炼者最多在灵犀秘境待1天，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被自动排斥出灵犀秘境。当我再回过神时，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小院。婉月已经将早饭摆在了石桌上，我深吸一口气坐到桌边，心里默念：查看今日情报。今日情报1：古风城是林家的起源之地，拿到失传的钥匙即可获得林家隐秘。今日情报2：一具重伤的荒古圣体已经抵达古风城。听见情报1，我顿时精神一振。古风城是林家的起源之地，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里竟然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更别提失传的钥匙了。随后我话语顿了一下，看向情报2：重伤的荒古圣体，难道是我那位资质绝顶的弟弟林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来古风城看望我的。虽然我和凌晨在家里的地位差距很大，但是我们的关系还挺好的。就在我和婉月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突然响起：“大哥，你还真是自在啊！”只见一名男子出现在饭桌前，他身穿月白锦袍，腰间还悬挂着一枚墨色玉佩。婉月惊讶出声：“二公子，你怎么会突然来此？我再去多拿一副碗筷。”凌晨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我喝了一口稀粥，抬头看向凌晨：“你这个大忙人应该不是专门来看我的吧？有什么事吗？”凌晨一脸淡定：“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大哥。”我非常平静的出声：“你可是咱林家的天之骄子，平日里忙都忙不过来，家里又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让你来看望我这个无关紧要的人？
凌晨听了这话，再也不淡定了，连忙解释着：“大哥，其实家里并没有放弃你，这次我来是给大哥送2样东西。”随后，凌晨将一个玉瓶拿了出来，这是青天化龙液，主要材料是我在秘境中找到的至宝，然后家里又提供了一些草药，最后才炼制成的。它能让修炼者提升资质，或许可以帮你正式踏上修炼之路。我一脸认真地看着凌晨：“你身上的伤，难道是为了找主材料而受的？”凌晨瞬间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我竟然看出他受伤了。凌晨语气轻松：“一点小伤，没事。”我没有说话，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凌晨。凌晨心虚地拿出一块玉佩，赶紧转移话题：“对了，大哥，这玉佩是我在先祖试炼中得到的。听说咱们林家在古风城似乎有什么秘密，而这块玉佩就是钥匙，所以父亲特意让我带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什么。”我望着凌晨手中的玉佩，心脏砰砰直跳。难道它就是失传的钥匙？我没有客气，直接收下了青天化龙液和玉佩。随后我们兄弟2人就开始闲谈起来。半个时辰后，凌晨才有些不舍得离去。刚走没几步，我忽然叫住了凌晨：“等一下，把这个拿着。”我直接把一个储物袋抛给凌晨。凌晨疑惑地接过储物袋，打开一看，他顿时瞪大了双眼：“大哥，你……”凌晨正准备说什么时，我却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并摇摇头，示意他保密。凌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的亲大哥，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藏得比谁都深啊！”储物袋内装的正是圣体残躯。灵犀秘境开启前，绝恶宫就挑衅过林家，说他们找到了圣体残躯的具体位置，这可把家里气得不轻。没想到凌晨霄进入灵犀秘境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如今圣体残躯却出现在我手里，其中发生了什么，一想就能知道。送走弟弟凌晨后，我便开始研究起玉佩，直接在玉佩上放了一滴精血。只见玉佩上的地浆图腾竟然像快要活过来一样，散发璀璨光芒，并且周围的虚空都在扭曲。同时，一段信息传进了我脑海：地浆玉佩是钥匙，可开启古风城内的空间节点，利用空间节点就可以在瞬间跨越到另一处位置，覆盖原始古界的3000周。只不过每一次使用地浆玉佩都需要3天的冷却期。闻言，我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掌握了这个空间节点，岂不是我想去哪里都行？据说一个玄州就已经大到不可想象，从南到北，一个普通人走上一辈子也走不到尽头。而原始古界足有3000周，地域辽阔无垠，大到不可想象。哪怕是作为玄州最强势力的林家，其威名也不过是局限在周边几州，远一些的州根本没有听过林家，甚至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这个空间节点却遍布了3000州，这是家族里面哪个人物搞出来的？简直太厉害了！我当即做好了决定，使用一次地浆玉佩需要3天时间的冷却期。现在我先把灵犀秘境的天才地宝处理一下，等明天就试一试地浆玉佩，前往其他州瞧瞧。随着我心念一动，来到了虚界，然后将我用不到的天才地宝摆了出来。我清了清嗓子，学着其他摊贩开始吆喝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养魂古玉、凝魂莲，还有各种天才地宝，大家快来看看！”而在另一边，一名黑袍人此刻内心十分兴奋，他正是气运之子云晨。师尊，这次在灵犀秘境内，虽然错失了凤血和凝魂莲，但也收获了其他天才地宝，一共卖了10万灵石，能为师尊购买养魂宝物了。沈星兰语气平淡：“你有心了，不过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你需要在梦境之中苦修几天时间，将师尊教给你的功法融会贯通，再加上天才地宝的相辅，你的实力必会有一个巨大提升。”云晨点了点头：“师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必会好好修炼。”随后，云晨便开始寻找能够养魂的宝物。可就在这时，我的吆喝声传进了云晨的耳中。云晨听着吆喝声，不由直接笑出声：“师尊，咱们运气不错，本以为寻找养魂之物还得费些时间，没想到这就有人在卖了。”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随后，云晨快步挤过人群，来到我的摊位前。他不仅见到了养魂古玉，还见到了凝魂莲。这一刻，直接让云晨确定截胡养魂古玉和凝魂莲的人都是我。云晨强压内心怒火，显露出一副和善的态度：“道友，这养魂之物可不多见，你竟然能同时拿到2样，真有能耐！我很佩服道友这种人，非常想要结交一下，不知道友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我扫了一眼摊位前的黑袍人，毫不客气的出声：“不给你就直说，看上了哪样天才地宝，想要和我攀交情，让我便宜点，想都不要想。”闻言，云晨强压下内心的怒火：“道友，我看中的并非是什么天才地宝，而是看中了道友这个人，非常想要结交一下。”我顿时汗毛倒竖，直接怒骂出声：“死基佬，赶紧滚，少在这里恶心我！”这一刻的云晨额头青筋暴突，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对着我开始破口大骂：“你以为自己是谁？老子忍你很久了，有种你就告诉我你的身份，看老子弄不弄死你就完了！”我毫不客气的回怼：“你有病吧？我在这摆摊摆的好好的，你来骚扰我也就罢了，现在还骂我，你是傻逼吗？”云晨怒吼出声：“你就说敢不敢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直接回应：“不敢。”此刻的云晨差点被气吐血，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而我们的争吵也吸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不再理会云晨，直接吆喝出声：“大家快来看，各种天才地宝，千万不要错过！”云晨再次破防，对着我拳打脚踢。可这里是虚界，我们都不是尸体，所以云晨的攻击根本没有丝毫效果。众人看着我摊位上的天才地宝，纷纷开始购买。一位修炼者自发为我宣传，养魂古玉和凝魂莲这种天才地宝都属于非常稀少的存在，而且品质也好，价格公道，可以购买。他旁边好友也附和：“是啊，
我还正愁从哪里去获得养魂类的天才地宝呢，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尤其一名黑袍人更是看中了我摊位上的养魂古玉。可就在他准备和我交易时，养魂古玉却到了云尘手里，他师尊的残魂正在不断衰弱，凝魂莲治标不治本，唯有养魂古玉才能让他师尊残魂恢复。以如今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早拿下养魂古玉，或许养魂古玉就被他人买走了。所以哪怕他对我心有成见，内心不甘也得购买。这名黑袍人不满的声音响起：“你这个变态和我抢养魂古玉做什么？”云尘怒吼出声：“你才是变态，你全家都是变态！”他本就被我气得不轻，如今还成为了其他人眼里的变态。他直接破防了，我正准备看热闹呢，没想到云尘气得直接下线了。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当云尘在一家客栈房间睁开眼后，满腔的委屈瞬间爆发。他不仅没有得知我的真实身份，甚至还被我气得半死。最惨的是还被其他人当成了变态。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所以他哭了。云尘抹了一把脸：“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次我忍了，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而此时我贩卖的天才地宝早就被抢购一空，随后我就退出了虚界，回到家中并使用了青天化龙液。我将药液一饮而尽，药液入体化作滚烫洪流，冲刷着我的身躯，腥臭的汗水混着杂质从毛孔渗出，在地面积成一滩黑水。随着夜幕降临，我才缓缓睁眼，眸中金光一闪而过，我的皮肤莹润如玉，经脉也变得更加宽阔通畅，天地间的灵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体内，我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这就是青天化龙液的神效，竟然真的改变了我的修炼资质。接下来就去第一层梦境修炼大眼神诀吧。随后我进入虚界，开始入梦修炼。大眼神诀是一门精神类功法，依循大眼神诀心法，一缕缕银芒从我眉心窍穴溢出，在识海中流转，并且随着功法运转，渐渐凝聚成一方朦胧的星土。当星图运转到第36圈时，我忽然感到识海一阵剧烈震颤，眉心处迸发出刺目的白光，原本朦胧的星图骤然清晰，星辰的轨迹变得无比玄妙。经过一夜的梦中修炼后，我缓缓睁开眼，只觉神清气爽，灵台一片空明，甚至大部分精神类的功法之术我都能完全免疫。最后我又和婉月打了个招呼，说自己需要出门3天时间。随后我直接拿出了帝江玉佩，这一次我并没有指定目的地，而是随机传送。我将法力注入帝江玉佩，在睁眼时，我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今日情报1：古州之地的一个村落叶村，熬制的兽奶可谓一绝，对修炼者拥有巨大的好处。叶村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青雾林内，一条蕴含龙族血脉的玄蛇正在化蛟，众多修炼者准备趁其虚弱时进行围杀，然后炼出龙血。详细位置请点击。听见系统的提示，我不禁感叹。情报信息会根据我的实力和环境随机生成，也就是说这里是古州，而龙血这个热闹我也必须得凑。青雾林终年被缥缈雾气所笼罩，参天古木的枝叶在头顶交错，这里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只有我的脚步声在雾林之中回荡。就在此时，一道愤怒至极的兽类咆哮声骤然响起，我喃喃自语：这是已经打起来了。随后我加快脚步奔向青雾林深处，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看见一条刚刚完成进化的蛟龙。这条靛蓝色蛟龙盘旋于林海中，漠然扫视着下方修炼者。下方是7位身披兽衣、身躯犹如铁塔般的壮汉，正是叶村之人。他们面色凝重如铁，手中握有各种兵器。见状，我眉毛一挑，看见和蛟龙战斗的第8个人，那人是一个小不点，似乎只有3岁左右。可就是这个小不点，战力却非常恐怖。我看得暗自啧舌，好家伙，3岁就有这等战力，妖孽吗？当我正惊讶的时候，场中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玄蛇化蛟损耗了大量体力，虽说化蛟成功，但也让他进入了一个极其虚弱的状态。这8人正是趁这个时间偷袭，将这条蛟龙重创，不然很难将这条蛟龙拿下。山羊胡老者是叶村村长，他口中低吼：这条蛟龙已经不行了，大家再加一把劲。只见他手中白骨棒狠狠轰击在蛟龙身上，蛟龙发出痛苦的嘶吼声。其他人紧跟山羊胡老者，武器都重重落在蛟龙身上。蛟龙发出了一声悲鸣后，摔落在地，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山羊胡老者望着蛟龙庞大的身躯，不由重重松了一口气。其他几人则直接坐在原地，开始休息起来。这一战虽说成功杀掉了蛟龙，但他们也损耗巨大。唯有那个小不点倒是精神的很，仔细打量着蛟龙尸体。我低头思索，这条蛟龙之躯蕴含一丝龙族血脉，可以炼出龙血，到底该怎么搞到手呢？突然，一道精瘦干练的身影手拿战刀，向着一名叶村人挥来。战刀速度很快，压迫感十足。其中一名叶村人来不及躲闪，战刀瞬间将这名叶村人的身躯斩成2截。可见这一刀的威能之强。小不点望着被战刀斩成2截，直接失去生命气息的叶村人，口中悲呼一声：“三叔！”而这个时候，精瘦干练身影再次对另一名叶村人发动攻击。山羊胡老者急声提醒：“大家小心，是木村的小崽子！”从林中则传出一声声的怒吼。杀光叶村的这群家伙！木村的10几人直接杀了出来，随后一场大战直接爆发，2个村落之人只打得天昏地暗。只不过叶村人因为刚刚围杀过蛟龙，体力大幅消耗，再加上木村人数众多，叶村人根本不是木村人的对手，在战斗中完全落入了下风。山羊胡老者不甘心出声：“可恶啊！难道费尽力气才猎杀的蛟龙就要拱手让人了吗？”但是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根本不是木村之人的对手，再继续战斗下去，他们恐怕都得死在这里。山羊胡老者只能带人撤退。见状，木村之人顿时欢呼出声，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笑容，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一条蛟龙尸体，并且还迎头痛击了敌对村落之人，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场大胜。木村村长喜笑颜开：“
走，把蛟龙拖回咱们木村。一众村民点头应是，可他们刚要去拖蛟龙尸体时，却发现蛟龙尸体早已消失不见。一众木村人迅速展开追查，而趁乱获得蛟龙尸体的我，早就已经快速离开了青雾林，并找了一处偏僻之地，将蛟龙尸体拿了出来。我口中低语一声：“既然这条蛟龙可以炼出龙血，那我用吞天魔功直接将其吞了。”我盘膝而坐，将蛟龙尸体摆在身前，双手结印运转吞天魔功。我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只见蛟龙尸体的血肉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一缕缕精纯的能量化作青色气流，源源不断的涌入我体内。我身躯微微颤抖，这条蛟龙的力量霸道无比，剧烈的疼痛让我牙关紧咬。凭借坚韧的意志，我不断炼化着这股恐怖的力量。随着一天一夜时间过去，庞大的蛟龙尸体化为一具空壳。我缓缓睁开双眼，一股远超之前的强大气息冲天而起，境界连续突破，直至真灵境2层。最重要的是，当我全力运转法力时，身体瞬间被一层细密肉灵所覆盖，周身更是金芒璀璨，防御能力激增。今日情报1：剑神山弟子叶孤影，明日将会在一家兵器店获得一柄来历巨大的古剑，这是他登临绝巅的一大助力。古剑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下午，风波城圣元商会将举行一场拍卖会，其中一株宝药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但实际上它是一株不死药的残根。梁家老祖因为它延寿2000年，实力重返巅峰。我当即表示，来历巨大的古剑必须得截胡，而不死药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比圣药更加珍贵，哪怕是一节残根也非同小可。现在这株不死药的残根被严重低估，价值肯定大打折扣，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其拿到手。不过拍卖会下午才会举行，于是我就去了叶村，因为我很想知道这叶村熬煮的兽奶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落，村民们都以狩猎为生，所以不论男女老幼全都精壮无比。只不过之前被隔壁木村偷袭的缘故，村里死伤了不少人，整个叶村也都处于备战状态，想要和木村决一死战。我没有直接踏入叶村，而是在这群叶村男人出征后，才偷偷潜入了叶村。空气中奶香浓郁，我就是依据味道寻到了叶村的一间房屋，那里正在熬煮着一锅兽奶，兽奶中还添加着特殊的宝药。见状，我不禁感叹，这兽奶果然非同凡响，仅是闻上一口就能让人神清气爽。我心念一动，直接将这锅兽奶给收进了储物戒指。就在此时，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大哥哥，那锅兽奶是我的。我低头一看，只见一名瓷娃娃一般的小男孩，手里托着一个比他还高的大葫芦，指着消失的兽奶看着我。这个小不点正是叶村之前围攻蛟龙的第8人。我被抓包难免有些尴尬，却依旧厚脸皮的出声：这些兽奶你喝不明白，还是大哥哥替你喝了吧。话语落下，我留下一些零食以后，一溜烟跑了。小不点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再瞧瞧被一锅端的兽奶，只感觉天塌了。他哪里知道什么是零食，只知道自己的兽奶被人当面抢走了。这一顿他要挨饿了。很快嘹亮的哭声直接传遍整个叶村。当叶村人赶过来后，才知道原来是小不点的兽奶被人抢走了。一些村民被气得不行，直接破口大骂：这是哪个混蛋干的？连小孩子的奶都抢，一点道德都没有！别被我们抓住，不然绝不会放过你。然而当他们见到我留下的零食后，态度当即转变，一众村民纷纷替我说情。其实这个抢兽奶的人也不是没有道德，他至少留下了零食。算了，还是再给小不点煮一锅吧。然后又架起一口大锅，开始熬煮兽奶。只不过此刻的小不点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他不仅喝不到兽奶，村里人还不给他主持公道，这让他委屈极了，哭闹不止，甚至差点把村落给掀过来。这让村民们再次抱怨起我：你倒是给小不点留下，竟然连锅都给端走了，太不要脸了。而此刻的我可不知道自己端走一锅兽奶在叶村引发的混乱。我好奇地看着兽奶，就让我尝尝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随后我直接端起锅喝了一口兽奶，下一刻一股灼热感从我的胃部升起，并扩散向四肢百骸。见状我更是非常惊喜，好家伙，没想到兽奶竟然还有这种功效，不仅能强化肉身，更能提升修炼者的资质，难怪那个小不点如此变态。不行，等我参加完拍卖会还得去弄一锅。我怎么也没想到，小小一个村落竟然能熬制出这种效果的兽奶。虽然相较于青天化龙液的效果差了很多，但是青天化龙液实在珍贵，而叶村的兽奶却能一锅锅的熬煮出来。我口中低语一声，兽奶既然有此功效，如果能得其配方就好了，等参加完拍卖会再去叶村看看情况。随后我直接前往了圣元商会，每一名参加拍卖会的人都会得到一件可以遮住面容的黑袍，这也是为了保证每一名修炼者的安全。我进入拍卖会大堂，就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被拍卖的是裂风掌，属于一流层次，众多修炼者立马争抢起来，我却不为所动。如今我修炼的功法全部都是世间最顶级的，所以对于这种掌法根本看不上。我来拍卖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死药的残根。随着拍卖会不断进行，一件接一件的物品被呈现在众人眼中，我一直没有出手参与竞拍，直到一株宝药被人给端到了拍卖台上。一名年老的拍卖师介绍，此物名为盘龙根，是一株足有数百年的宝药，只需截下一小段根须服下，便能让男人精气充沛一整天，是维持道侣间感情和睦的神器。其拍价3000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灵石。众多修炼者立马加价，短时间内这株盘龙根的价值就飙升到了7000块灵石。而在拍卖会的中间位置，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望着旁边的高大身影，她声音清脆悦耳动听：大伯，这节盘龙根非同一般，你一定要将其拿下。梁恒咳嗽了几下，小溪，大伯我龙精虎猛，根本不需要借助这种药材。虽然他那方面确实费力，但哪个男人
人会承认自己不行，尤其还是在自家侄女面前。所以哪怕他非常垂涎这株盘龙根，也强忍住了将其拿到手的念头，不然自己不行的秘密就会被侄女知道。没想到这个侄女竟然主动让自己拍下盘龙根，这就有些尴尬了。梁希声音严肃：大伯，这株宝药很像盘龙根，但实际上是一节古药的残根，至少存在了数千年。梁恒神色一凝。什么？对于侄女所言，他没有丝毫怀疑，只因他的侄女天生拥有一副黄金瞳，可直接看透万物本源。同时，他也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侄女并不是发现了自己不行的秘密，而是发现了宝贝。既然如此，必须把它拿下。梁恒没有犹豫，直接开出一个高价。1万块零食，整个大堂瞬间一片寂静。主持拍卖会的老者当即兴奋起来。1万块零食，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我却眉头皱了皱。出价者应该就是梁家人，不过对于这株不死药残根，我一定要得到。随后我立马举起了手中号牌，11000块零食。梁恒再次举牌。12000零食，这不禁让在场众人全都惊呼出声，然后下意识地把目光看向了我这里，想知道我究竟还跟不跟。事到如今，我只能再次出价，13000块零食。全场都傻眼了，唯有主持拍卖的老者兴奋到极点。就在梁恒准备继续出价时，却被娇小身影拦住。梁希一双黄金瞳直视着我：大伯，我通过黄金瞳查看，这人的实力仅有真灵境2层。刚才我本想给他一个活命机会，没想到他竟不识抬举。既然如此，这次咱们就不跟了，等离开拍卖会再将其处理掉。梁恒点了点头。好，交给大伯吧。最终我以13000块零食的价格买下了盘龙根。我低语一声，梁家没有继续出价，想来已经盯上我了。我将盘龙根收进储物戒指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转身离去。对于接下来的拍品，我已经没有兴趣。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一个用13000块零食购买盘龙根的傻瓜，但是我根本不会在意，因为这节不死药的残根，别说13000块零食，哪怕是13万零食都值。甚至如果能养出一株不死药，到时候价值不可估量。梁希和梁恒见我离开，他们两人也起身离开了拍卖会。我离开拍卖行后，直接向着城外走去。随着我修炼大眼神诀，精神力暴涨，感知能力也获得大幅提升，所以我很快就察觉到了梁希和梁恒二人在跟踪我。只不过如今不死药残根已经到手，和他人发生战斗没有任何意义。我假装正常继续前行，但是当我踏出城门的一刻，嗖的一声，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梁希和梁恒加快脚步来到城门，却发现早已失去了我的踪迹。梁希目中尽是不敢置信，消失了。梁恒神色间也充满了吃惊，没有想到他竟然拥有这么快的速度。梁希话语间更是杀机弥漫。大伯，那株古药残根不一般，咱们必须要夺回来。梁恒低头思考了片刻。小希，之前你用黄金瞳看清了那人的面容吗？梁希语气里满是骄傲。盛元拍卖会的黑袍能隔绝他人探查，但休想隔绝我的黄金瞳。那人长什么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梁恒目中寒芒四射。就好，我马上通知家族下发江湖追杀令。这人即便速度再快，也休想逃出咱们梁家的手掌心。没用多长时间，梁家对我的通缉就彻底展开，大量修炼者开始搜寻我的踪迹，而我也成为了福陵郡的名人。甩掉梁希和梁恒以后，我再一次来到了叶村。此刻的叶村哭声接连不断，放眼望去都是被白布盖住的尸体。叶村和木村的战斗非常惨烈，双方全都伤亡惨重。我喃喃自语，如今叶村全都沉浸在悲痛中，这下能和村长好好谈一谈了。很快叶村的人就包围了我，他们目光中充满了警惕。一名体魄魁梧高大的中年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你是什么人？来我叶村做什么？巨大的压迫感更是如山岳般笼罩住了我。我无视这股压迫感，直接表明来意。我是来给你们叶村送零食的，不过我要先见你们村长。中年人深深看了我一眼后，就转身离去。没过多长时间，一名山羊胡老者就向我走了过来，他正是叶村村长叶山。叶山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天上可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你说要给我们村子送零食，理由呢？我没有丝毫拐弯抹角。明人不说暗话，我想要你们叶村的瘦奶配方。叶山摆了摆手拒绝。瘦奶配方是我叶村不外传的秘密，多少零食也不卖。如果没其他事情，你可以走了。我声情并茂的劝慰。村长，你们靠打猎为生，可这么多人受伤，不但需要零食治病，而且不能外出捕猎，你们怎么维持日常生活？闻言叶山有些动摇，但他还是拒绝了我。这就不劳你来操心了，瘦奶配方我们绝不会卖，你可以走了。我眼看自己就要被赶出去，直接开口大喊10万块零食。村长叶山愣了一下，随后很快反应过来。叶山努力保持平静，我要15万零食。闻言周围的村民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全都感觉村长疯了，一张瘦奶配方就敢要人家15万零食。我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15万零食太多了，我身上只有11万零食，看来是没办法购买瘦奶配方了。话毕，我转身假装要走，见状村民们连连看向村长叶山，叶山连忙答应下来。等一下，就11万，成交。就这样，我成功获得了瘦奶的配方。交易完成后，双方全都喜笑颜开。11万零食对叶村来说属于一笔巨款，不但可以抚恤伤亡的村民，而且以后的日子也不用愁了。我这边也有了源源不断的瘦奶喝，体质和修炼资质也能不断加强。我和村长在一阵交谈过后，村长叶山也知道我就是抢了一锅瘦奶，让小不点嚎啕大哭的人。不过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叶村的贵客，那都是小事。叶山正准备用瘦奶热情接待我，恰好有一锅瘦奶正在熬制，丝丝奶香不断传出。一道幼小的身影守在大锅旁，胖嘟嘟的粉红小脸充满期待之色，因为他马上就能喝到瘦奶了。上一次小不点因为没有守在瘦奶旁边，所以让坏人给抢了。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就在此时，一阵脚步声响起，来人正是村长叶山。叶山一脸宠溺地抱起小不点，我的宝贝大孙，你守在这里做什么？小不点奶声奶气的出声。
爷爷，上次有坏人抢我兽奶，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坏人抢走。若是换了其他3岁孩童，说这种话无疑会让人忍俊不禁，但小不点却是例外，他是真有能力保护兽奶。叶山顿时有些尴尬。大孙啊，咱们村子来了一个重要客人，爷爷想要用兽奶招待。小不点乖巧的笑了笑。好的，爷爷。随后，小不点拿来一个大碗，就在他准备盛兽奶时，却有些犹豫。这碗似乎有点大了。小不点看了一眼爷爷叶山，又换来一个小碗，可是感觉还是有点大。最后，小不点又拿来一个小杯，在这个小杯里面装满了兽奶，大概就孩童1口的量。小不点举着装满兽奶的小杯。好了，爷爷。叶山望着小不点，内心顿时感动不已。哎呀，我的大孙真懂事。最后，叶山摸了摸小不点的小脑袋，直接把锅端走了。小不点看着爆钵离去的爷爷，他的天再次塌了。啪啦一声，手中的小杯也掉落在地上。小不点的意思是让叶山用小杯里的兽奶去招待客人，可叶山却会错意，直接把一锅兽奶给端走了。小不点再次大哭了起来，而我这边兽奶却喝到手。良久，我向着叶山施了一礼拜别，多谢村长招待。叶山一脸笑容。客气了，有时间再来玩。这次双方可谓是宾客尽欢，唯有小不点天塌了。尤其当小不点见到我转身离去的一刻，他瞬间认出就是我抢了他的兽奶。小不点咬着乳牙。等我长大，我不会放过你的。第2日一早，今日情报1，你的容貌已经暴露在梁溪的黄金铜下，梁家正在通缉你，福陵郡已经不安全。今日情报2，梁家先祖曾偷到剑神山至宝五色土，为梁家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五色土位置已确定，请点击。看见情报1，我眉头一皱，原来那人有黄金铜，难怪我有一种被人窥探的感觉。我目中立芒闪过，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敢通缉我，那就把你的黄金铜抢过来。正好黄金铜也属于特殊体质的一种，而五色土是一种不比稀壤差的宝物，若是被剑神山知道是梁家偷到了他们的五色土，梁家的下场无疑会非常凄惨。在福陵郡，梁家是当之无愧的土皇帝，但剑神山是古州的最强势力，梁家和剑神山相比啥也不是，所以我知晓了梁家五色土的秘密，就直接掌握了他们的生死。到时候我要先获得五色土，再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我口中低语一声，现在先去那家兵器店，将来历不凡的古剑拿到手再说。接下来我当即起身前往百炼兵器店，店内弥漫着金属的气味，墙上悬挂着2排兵刃，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站在柜台后，正低头擦拭一把锈迹斑斑的刀，他正是百炼兵器店的老板铁三虎。铁三虎抬起头，不知道客人想要什么兵器？我环视四周，随便看看。铁三虎笑了一声，再次低头擦刀，随后我就把目光看向了墙角的一个竹篓，那里放着10几柄几乎报废的长剑。当我将手放在其中一柄长剑上时，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排斥力，我不动声色，直接握紧剑柄，将其从竹篓内拿了出来。老板，这柄剑怎么卖？铁三虎看着我手里的剑，眉头一皱。这柄剑是我打造的吗？我怎么没有见过呢？他内心有些疑惑，昨天还没这把剑呢，难道是记错了？不过既然在角落里面淌灰，想来也不是什么好剑。铁三虎伸出5根手指，5块灵石你拿走。可就在此时，一道焦急的声音突然响起。等一下，这把剑我要了。我随手将5块灵石扔给老板铁三虎。要你大爷去吧！话音未落，我直接溜了。不用想，我也知道来人是谁，肯定是剑神山弟子叶孤影。如今我已经和老板铁三虎说好了价钱，并且剑也在自己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和叶孤影争执，就是脑子有病。所以交易完成，我直接跑了。见状，叶孤影像出鞘利剑一般，向着我追了出去。混账，想在我面前逃走，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之所以来到材料兵器店，就是因为他得到消息，剑神山中的一柄古剑出现在这里，没想到却被人提前截胡。最重要的是看那人的反应，绝对知道这柄古剑的价值。既然如此，那就更加不能放过这人。叶孤影绝不允许自家剑神山的古剑被他人夺走。铁三虎面色不断变幻，望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幕，又看看手里的5块灵石。难道我买亏了？但是那柄剑根本不是我铸造，算了，可那究竟是一柄什么剑？价值多少呢？铁三虎眉头紧皱，他实在好奇啊。这时脚步声响起，铁三虎再次抬头时，却发现叶孤影一脸阴沉的回到了店里。叶孤影距离剑神山传说中的古剑，明明已经距离那么近，眼看就能将其拿到手，没想到却被人截胡了。最重要的是，哪怕他施展剑神山的顶级身法绝学，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距离越来越远，直至最后消失不见。所以叶孤影只能返回百炼兵器店，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叶孤影声音冰冷，你认不认识刚才那人？铁三虎好奇的追问。客人，你先告诉我，刚才那柄剑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叶孤影冷冷的笑了笑。那是我剑神山的剑，明白吗？铁三虎顿时吓了一跳，同时也不敢再多问，因为有时候知道的多会有性命之危。他只是一家小兵器店的老板，无论如何也招惹不起剑神山这个庞然大物。叶孤影满脸不耐烦，你究竟知不知那人的来历？铁三虎双手一摊，无奈出声。客人，他是第一次进店，我根本不认识他。叶孤影被气得直接拔出长剑，那你还敢和我废话这么长时间？铁三虎望着眼前杀气腾腾的叶孤影，突然灵光一闪，仿佛想起了什么。等一下，我似乎有点印象。话毕，铁三虎直接跑进内屋，拿出来一张通缉令，上面的画像正是我。铁三虎指着通缉令上的我画像，就是他。叶孤影看着我的画像，一眼就确定这就是刚才抢走古剑的人。既然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那就好办了。等他将这个消息禀报给师傅，这个家伙就不可能逃掉。而此刻的我已经改变容貌，来到了一片荒芜之地。根据系统显示，五色土就在地下500米的位置，可是我在方圆10里找了个遍，就是没看见入口在哪里。我眉头一皱，难道入口还在更远的地方？这得找到什么时候？梁家为了掩盖五色土的秘密，也算是费尽心机了，不敢将五色土放在家族里，也不能守卫的太过森严，而是将五色土放在其他隐蔽的地方，即便消息暴露，梁家也能将
狡辩一二。总之，对于梁家来说，五色土绝对不能见光。我口中低语一声，既然如此，那就抓住那个黄金瞳，逼问他入口在哪里。我直接来到了福陵城。不得不说，福陵城作为梁家驻地，确实很热闹，大街上人来人往。我易容改面来到了梁家府邸，并成功用几块灵石得到了黄金瞳梁希的消息。用不了多久，梁希就会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正是对梁希下手的好机会。此刻谁也不会想到，正在被梁家通缉的我，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来到梁家驻地，并准备对梁家大小姐下手。很快，我终于等到了梁希。梁希身穿16红双袖罗裙，裙摆逶迤垂地，脸上画了一副精致妆容，宛若画中走出的侍女，美艳不可方物。在一众护卫的保护下，梁希坐上了一辆马车，向着他聚会的地方赶去。转眼就到了庆芳园，我也已经潜入了这里，并找了一个机会，将梁希给堵在了他补妆休息的房间。梁希眼中黄金光芒闪过，瞬间看穿了我的伪装。是你还真是胆大包天，竟然主动送上门来，难道你不怕死吗？我神色平静，我不会死，至于你们梁家死不死，就看你了。你也不想梁家出事吧？梁希看着我如此自信的模样，内心突然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你什么意思？我淡淡出声，梁家能快速崛起，就是因为五色土。而五色土是怎么来的？不用我多说了吧？梁希瞳孔紧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微微笑了笑，是吗？那我就只能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而且不要想着杀掉我就没事了。如果我死掉的话，消息同样会暴露出去。话落，我直接转身向外走去。梁希沉声发问：等一下，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五色土的秘密？你有什么目的？我没有拐弯抹角，当然是为了你梁家的五色土，还麻烦你这位梁家大小姐告诉我五色土的入口了。梁希声音冰冷，不可能。我露出一脸不耐烦的神色，那我就只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时候剑神山的强者一来，你梁家也就彻底完了。所以如今梁家的命运就交到你手里了。梁希此刻只能低头。我说，最终我得知了入口位置，竟然在梁家先祖的陵园，距离我找到的位置有50里，难怪当时我找不到。梁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入口位置你已经知道，希望你说话算话，不然哪怕我梁家覆灭，也要拉你陪葬。我脸色一沉，上下打量着梁希的敏感部位，并一步一步逼近，还敢威胁我，这让我很不高兴。梁希面色一变，双手护在胸前，脚步连退，直至被我逼到了墙角位置。你想做什么？我冷笑一声，你惹我不高兴，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不然你梁家就完了，懂我什么意思吗？梁希口中呵斥出声，你无耻！但是在我的威胁下，他根本不敢反抗。良久，梁希早已消失不见，反观我的双目之中，却闪过一金色光芒，我的境界也达到了真灵境3层。梁希消失，顿时引发巨大波澜，梁家更是震动不止，因为梁希知晓五色土的秘密，绝不能流落在外。而此刻的我已经来到梁家陵墓，根据从梁希那里得到的消息，我非常轻松地躲过守墓人，进入了通往五色土所在的入口。在地下前行了50里以后，我果然在这条黑暗洞穴中见到了传说中的五色土。它被梁家摆放在一个石台上，5种颜色界限分明，宛如5种不同色泽的宝玉，被天工巧匠完美融合在一起，金绿蓝红黄5种颜色交织，散发出柔和的光晕。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宝，蕴含着五行之力，若将其埋入土中，甚至能让凡草蜕变圣药。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五色土收了起来，并快速返回。只不过当我到达入口位置后，就见一伙人气势汹汹而来，一名身穿紫袍、面容严肃的中年人对属下吩咐：“你们在这等着，我马上就回来。”话语落下，他径直向着入口走来。他正是梁家的家主梁辉。梁家众人点头应是。见状，我迅速施展吞天魔功，吞掉自身气息，躲藏在一个角落。好在梁辉的心一直放在五色土上，并未发现我。我面色严肃，很快这个梁辉就会发现五色土不见了，我必须得快些离开才行。梁家作为福陵郡的霸主，族内强者众多，硬拼的话我必死无疑。所以我收敛着自身气息，悄悄地向外面移动。随后嗖的一声，我整个人顿时化为一道黑影，向着陵园外面冲去。不远处就有一个空间节点，只要冲到空间节点，我就安全了。然而梁家人的实力远远超出了我，很快就发现了我。不好，是五色土的气息，抓住他，绝不能让他逃了！眼看着梁家人要追上我，可很快变故顿生。突然，一道踏剑飞行的白衣身影也加入了追击我的行列。叶孤影站在一柄长剑上，指着下面正被梁家人追杀的我。师傅，古剑就在他的身上。一名须发皆白、周身剑气冲云霄的老者面露惊讶。他的身上竟然身负行自秘，难怪速度竟如此之快。他正是叶孤影的师傅严道理。而一众梁家人见到这群御剑飞行的剑神山修炼者后，每个人面色都凝重到了极点。刚才这群人出现的瞬间，梁家众人差点被吓死，以为是五色土的秘密暴露，冲他们而来。没想到其目标也是眼前这个家伙。一众梁家人内心吃惊，这家伙怎么会得罪剑神山？胆子真肥啊！严道理声音带着一股极其庞大的威压。现在立刻停下，束手就擒，不然别怪老夫狠辣无情。我大喊一声：“你们剑神山的五色土就是梁家偷的，你们还是先处理一下梁家吧。”同时，我手腕上的柳条手环发出一丝微不可察的荧光，严道理那强大至极的威压还未落在我身上，顿时如微风一般消散不见。闻言，梁家人面色大变，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剑神山的人更是目光冰冷地看向了梁家人。严道理面露吃惊地看着我，他知道自己的威压有多强，别说
说一个小小的真灵镜，哪怕是一个神桥境的修炼者也承受不住，可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毫无作用。其身上应该有大人物赐予的护身宝物。梁家人连声辩解，我们是冤枉的。言道理连理都没理，梁家跑不了，现在当务之急，先将这个臭小子抓住再说。下一刻，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顿时将我旁边炸出一个深坑。这是言道理对我的警告，如果我还不停下，那么下一道剑气就会在我身上，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空间节点就在前方，只要我到那里就能逃走。言道理目中立芒闪过再次挥剑，害怕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我却并没有害怕，话语间充满了挑衅。想抓我？去你大爷的！随后我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所有人眼里，言道理面色阴沉到极点，他也察觉到了空间节点，但是他却不敢过去。其一，空间节点非常危险，很容易被空间风暴撕成碎片；其二，他怀疑我背后有大靠山。这一刻，言道理愤怒至极，没抓住对方也就罢了，他堂堂剑神山长老竟然还被骂了。最重要的是，他拿我还毫无办法，这若是传出去，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叶孤影看着我消失的地方，目露疑惑之色。师傅，那家伙怎么会消失？言道理眼见是自己徒弟询问，他强忍怒火，耐着性子解释，这里有一处空间节点，他手里有宝物，可以让他通过空间节点去往其他地方。叶孤影满脸不甘心，师傅，那古剑怎么办？言道理神色非常不悦，为了古剑就不顾师傅安危了。叶孤影面色顿时一白，知道自己太过在意古剑而说错了话，自然不是。言道理声音冰冷，梁家偷到咱们剑神山的五色桶，罪该万死，不如全部杀了。神剑山众人点头应是，梁家人开始大声求饶，可终究无法逃过灭门的命运。叶孤影看着满地鲜血，内心的愤怒却难以消散。之前他距离古剑仅仅一步之遥，可是却被人突然截胡，这也就算了。本以为自己师傅能找到那人，并将古剑夺回来，现在人确实找到了，但古剑却夺不回来了，哪怕他师傅也毫无办法。叶孤影双拳紧握，等着，不论你是谁，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而此刻的我已经返回了玄州，此次去古州虽然有些危险，但收获也很大。不死药残根和兽奶配方还有五色桶，全部都是非同一般的物品。只不过面对梁家和剑神山的追杀，我体力和法力消耗非常巨大。经过一夜的休养调息，我的身体才终于恢复到巅峰状态。今日情报一：神偷白小贼机缘巧合偷到了一个机关宝盒，宝盒内存放着一门强大剑典，机关宝盒密码请点击。今日情报二：段云寨今日打劫了一支商队，收获一块9窍玲珑骨。我得知这个情报信息后，脸上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前脚才得到古剑，后脚就能收获一门强大剑典，不错。随后我先将五色土撒在了雷击木周边，又将不死药残根埋进土壤之中。这一刻，雷击木上的柳条再次生长一截，生命力越发旺盛起来，并且不死药残根也开始自行恢复。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不死药残根非常惧怕雷击木，也可以说是讨好。之后我又将兽奶配方交给婉月，并吩咐她一日3餐都得有兽奶，这样一来，兽奶将会不断强化我们的身体和修炼资质。最后我才将古剑拿了出来，这柄古剑剑身都快要断成2截，断裂处像被巨力生生劈开，锈得非常厉害。剑柄的材质似乎十分不凡，只可惜早已被岁月啃得只剩下半截，靠近护手的地方有浅刻的纹路，正是唯我剑4个字，笔画被磨得快要看不清。我皱眉思索，这柄古剑原来是叫唯我剑，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来历，而且以这柄剑现在的情况，又如何能助叶孤影踏上绝巅呢？忽然我眼前一亮，曾经我还在家族时听说过一些特殊的兵器，都是修炼者用自身法力和血肉酝养出来的，修炼者实力越强，酝养的兵器也会越强。既然如此，我直接将唯我剑收进气海中，以气海内的法力不断酝养唯我剑。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得到法力滋养的唯我剑，就仿佛久旱逢甘露，不断吸收着我的法力修复自身，同时也让我与唯我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做完这一切后，我才开始前往段云寨。段云寨盘踞在斧劈刀削般的孤峰之上，半截没入云海，100余名劲装汉子正在演武场操练，拳脚生风，威势不凡。我并没有硬闯段云寨，而是弄死了一名山贼，并换上了山贼的衣服，成功进入了山寨。随后我跟着山贼一边做杂活，一边观察着山寨。突然我眉毛一挑，只见最高处的望云台上，一名山贼将一块宛如玉石般的骨头恭恭敬敬递给了寨主石金山。山贼满脸激动，寨主在清点打劫的货物时，竟然发现了这块宝骨，属下第一时间拿过来给寨主过目。石金山面露惊讶，这难道是传说中的9窍玲珑骨？他细细打量着这块巴掌大小的骨头，脸上露出夸奖之色。当真是天助我也！有了这块骨，他将不会只是一个小小寨主。此时的石金山野心勃勃，大有一股称霸天下、唯我独尊的架势。就在石金山幻想着凭借9窍玲珑骨自身境界1日千里时，一道快若电光的身影闪过，随后石金山就发现手里的9窍玲珑骨消失不见了。他望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掌，当即反应过来，石金山立马暴怒。快抓住那个该死的家伙！我要将其剥皮抽筋，大卸8块。9窍玲珑骨才刚刚落到他手里，他正准备雄鹰展翅气吞天下，没想到还没捂热就被人给抢走了，简直是在天王老子头上动土。身为段云寨的寨主，向来都是他抢别人，没想到如今自己竟被他人给抢了，这是耻辱。闻言，其他一众山贼全部追向我，可这些山贼又怎么可能追上拥有顶级法术的我？只能看着我的背影越来越远。石金山咆哮出声，一定要查出他是谁，老子的东西也敢抢，当真是找死！一名山贼十分无奈地问，寨主，可咱们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这该怎么查？石金山怒火中烧，一脚踹飞这名山贼。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就是死也要把他给查出来。这一刻，所有山贼全都害怕的不敢再说话。石金山胸膛
膛剧烈起伏，突然他面色痛苦，嘴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我的九窍玲珑骨啊！说完，他竟被气得昏死过去。而我早就回到了小院中，婉月眨着她的卡姿兰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公子，什么事情让你如此高兴啊？我开心地笑了笑，今天捡了一个宝贝，午饭我就不吃了，要好好研究一下。话毕，我直接返回房间，并拿出了九窍玲珑骨。九窍玲珑骨上隐有九曲灵孔，孔窍间流转着星辉般的微光，此骨对修炼者来说简直是宝贝。寻常修炼者吸收天地灵气时，如涓涓细流，而将九窍玲珑骨融入丹田气海后，九窍就仿佛同时打开的天门，能自动吸引八方灵气。更妙的是，骨窍中自含周天灵阵，运转功法时会自行梳理灵气杂质，画出最精纯的法力。随后我将九窍玲珑骨融入丹田气海，修炼速度果然暴涨，就连法力都像是被过滤了一遍，变得更加精纯。只听咔啦一声，境界壁垒的破碎声响起，我一跃踏入了真灵境4层。最重要的是，我还能清晰感知到，哪怕自己什么都不做，用不了多久就能踏入真灵境5层。而这个时候，1天时间已经过去。今日情报1：南城飓风园9楼，明日将会进购一批赤羽鸡，这些赤羽鸡中隐藏着一只8珍鸡。今日情报2：婉月在南城市场被一名拥有赤阳圣体的天骄盯上，欲要行不轨之事。我眉毛一挑，8珍鸡是极其罕见的神珍美味，不知道这个8珍鸡是公是母？公鸡就直接杀了吃肉，如果是母鸡就养起来下蛋。而看见情报2，我冷笑一声，婉月竟然被人盯上了，我倒要瞧瞧谁敢动我的女人。于是我直接前往了南城市场。此时婉月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正在认真挑选食材。这时不远处一名面容猥琐的小跟班对着旁边的翩翩公子出声：少爷，这个姑娘真是不错，只是可惜她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不然她还有资格成为您的妾室。翩翩公子目光阴鸷，不知检点的贱人，那就让她成为本少爷的炉鼎吧。你去把她带过来。他正是拥有赤阳圣体的天之骄子傲绝。小跟班立马应下，直接来到了婉月身边。这位小姐，我家少爷有请。婉月顺着小跟班的手看去，却什么都没见到，只感觉一阵莫名其妙。小跟班疑惑的挠挠头。奇怪，我家少爷哪里去了？他目光不断扫视着，可根本没有见到一丝影子。少爷，你不要吓我啊！可他不知道，他口中的少爷已经离开了古风城，被我扔进了一个隐蔽洞穴中。傲绝凝重地望着我，你是什么人？我目中杀机弥漫，敢动我的女人，只有死路一条。傲绝急忙抬手，等一下，我什么时候动了你的女人？我是洛星谷傲家的3少爷，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冷笑一声，洛星谷傲家又怎样？话音未落，我直接捏住傲绝的脖子，施展吞天魔功吞噬他的赤阳圣体。傲绝面露痛苦，不，你不能这样。傲绝只感觉体内的本源正以极快的速度流进我体内，这让他恐惧的再次搬出靠山。如果你杀了我，我傲家绝不会放过你。我却一脸平静，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最终我成功吞噬掉傲绝的赤阳圣体，境界达到了真灵境5层。至于傲绝的小跟班，同样被我弄死。我低语一声，接下来该去找一下白小贼了。与此同时，大屿山上的破庙里，白小贼得意洋洋地指着桌子上的宝贝：金丝竹和灵玉手串，还有一些精进修为的丹药，这些就是为师这段时间的收获。一名徒弟好奇地探过头。对了，师傅，听说你还收获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宝盒，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白小贼四下张望了一眼，确定安全后，他才拿出宝盒。行，那就让你们看看。这个机关宝盒呈正八面体，盒身遍布阴刻的饕餮纹，盒底则阴刻着一行上古篆文：天循环开合有时，指尖拂过能感到纹路深处有细微的凹凸，像是某种密码锁的机关。白小贼作为一名神偷，对于一些机关之术都有涉猎，却一直无法打开这个宝盒。如果凭蛮力破开，就会让这个宝盒自毁。也正因如此，白小贼笃定里面肯定有不得了的东西。一个徒弟瞪大眼睛。哇，简直是巧夺天工啊！另一个徒弟紧接着好奇地问：师傅，宝盒都如此精密了，里面的宝贝也非同凡响。一众徒弟纷纷惊叹出声。师傅，什么时候才能打开这个宝盒？让我们瞧瞧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白小贼伸出3根手指，这个宝盒构造太过复杂，为师至少需要3天时间才能打开。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么说只是为了不丢当师傅的脸面，到时候即便打不开，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行。让徒弟们见识了机关宝盒后，白小贼就准备收起来，可就在此时，嗖的一声，机关宝盒直接从他手里消失不见。白小贼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破口大骂：又来，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病猫吗？白小贼瞬间追了出去。不久前他境界突破，神行电光步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白小贼势必要让对方知道，他这个神偷可不是饭桶。只不过白小贼才追出数百米就猛地停下，脸上露出欲哭无泪的神色，只因那道身影早已消失。白小贼张开双臂，悲愤地呼喊：根本追不上，为什么每次有重要宝物都会被你盯上？你他妈老盯着我干啥？我容易吗？随后他默默地返回破庙，甚至在思索是不是该搬家了。经常被人惦记的感觉可十分不妙。而此刻的破庙却分外热闹，白小贼的一众徒弟们在破庙里乱成一团，似乎争抢着什么。一个徒弟紧紧抱着瓶子，这是我的，另一个伸手去抢，给我喝一口。白小贼回到破庙，见到如此混乱的一幕，鼻子都差点被气歪。你们在干什么？全都给我住手！机关宝盒被抢，他拿我毫无办法，心情正郁闷，没想到徒弟们还不安分。一众徒弟见白小贼回来，全都安静下来。白小贼面色不悦，刚才你们在抢什么？一名徒弟举起手里的一瓶兽奶，小心翼翼地回答：师傅，是一瓶兽奶。闻言，白小贼直接大怒：什么？就为了他？师傅亏待过你们吗？一瓶兽奶就让你们争得头破血流？他以为是什么宝贝，没想到仅是一瓶兽奶。别说一瓶了，
了，哪怕天天让徒弟们喝，他也不会心疼。可这群不争气的徒弟却为了一瓶瘦奶争得头破血流，这让他非常生气。一众徒弟连忙解释：师傅，这瓶瘦奶和那些普通的瘦奶不一样。白小贼眼睛一瞪：再不一样也是瘦奶，难道还是太古遗种的瘦奶不成？一名徒弟颤巍巍的上前：师傅，要不你先尝一口。随后他将瘦奶递到了白小贼身前，白小贼冷哼一声，接过瓶子：我倒要瞧瞧这瘦奶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发现你们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白小贼尝了一口后，瞬间瞪大双眼，目光死死盯着仅剩半瓶的瘦奶。这一口竟然让他的身体和修炼天赋都有所增强，而且瘦奶的口感相较于普通瘦奶也完全不一样。随后白小贼直接一饮而尽，仅片刻时间，白小贼体内的一些杂质就从毛孔排出，腥臭味瞬间弥漫整座破庙。徒弟们连忙跑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心有余悸地看向破庙，而白小贼正动用法力快速炼化喝进体内的瘦奶。很快白小贼便惊喜地发现，他体质竟然获得大幅提升，甚至运转功法都比以前更加轻松。最重要的是能清晰感觉到修炼天赋提升了。如今白小贼已经过了壮年，气血正在逐渐衰败，这辈子所能达到的高度最多是神功境5层，至于真灵境想都不用想。但是喝下了瘦奶以后，他感觉又醒了，还有冲击真灵境的希望。白小贼对着破庙外的徒弟们急声问：这瘦奶哪里来的？一名徒弟老实回答：师傅，刚才你去追那黑影时，瘦奶就出现了。白小贼想起瘦奶的美味和神效，内心升起无尽的渴望。上次那人抢走灵犀秘境传送符，留下了灵石，这次抢走了机关宝盒，留下了一瓶瘦奶。如果我再偷到什么宝物，那人会不会留下更珍贵的东西？我不贪心，这种瘦奶让我喝个痛快就好了。到时候别说真灵境，哪怕是踏入更高的境界，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前他认为这辈子也就如此了，但现在一瞧他的路才刚刚开始，白小贼就这么陷入了美好的幻想，就连脸上都露出了一丝傻笑。而另一边，拿到机关宝盒的我已经回到了小院。我之所以给白小贼留下瘦奶，自然也是想要让他的实力变强，让他有能力去偷到更强的修炼者，这也算是一种投资。随后我通过密码成功打开了机关宝盒，宝盒内是一块拇指大小的玉简，正散发着莹莹光辉。我拿起玉简放在眉心，一股信息直接涌入脑海：三杀绝灭剑典，第一杀血域焚天，剑出之时血色剑气冲天而起，所过之处10里之内生机断绝。第二杀断魂裂魄，剑势凌厉，能直接撕裂敌人神魂。第三杀万劫寂灭，此剑法的终极杀招，引动天地间的死寂之力，化作一道灰色光刃，所过之处时间仿佛都停止，一切存在皆化为虚无。这本剑法需要修炼者有强大的掌控力，一旦施展便是毁天灭地的杀招。当然此剑招威能和消耗也很大，对于武器也有极高的要求，寻常武器还未施展出来，就会被剑招的霸道碾成齑粉。随后我进入了虚界开始修炼，这次我直接开启了第2层梦境，每个时辰会消耗1万灵石，时间流速达到了144倍，也就是说我在梦境修炼4个时辰，就相当于在现实修炼了48天。再加上如今我远超普通修炼者的资质，仅1夜时间，我就在梦境中领悟了第一杀血域焚天。当我睁开眼睛的一刻，目中血芒一闪而逝，凌厉至极的剑意也全部被我收敛到体内。今日情报1：北城小乞丐李煜带妹妹乞讨时捡到了一颗血菩提，李煜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移花宫弟子沈瑶月明天路过古风城，将会在一个摊贩手中以3块灵石的价格捡漏一件价值5万灵石的首饰，摊贩位置请点击。血菩提不仅可以恢复修炼者伤势，更能精进修为，是一众修炼者梦寐以求的宝物。我目光明亮，价值5万灵石的首饰，这必须得拿到手。先去拿到血菩提，再去聚丰园酒楼买下8珍姬。随后我直接来到了城北，这时北城的一条街上，2个小乞丐蜷缩在墙角，他们的衣服全是补丁，灰蒙蒙的看不出原本颜色。哥哥大约8、9岁，妹妹看起来只有4、5岁，两人都瘦骨嶙峋，小脸冻得发紫。他们怯生生望着过往的路人，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偶尔有人经过，哥哥就会拉着妹妹有气无力的乞讨。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声音细弱文锐，几乎被风声淹没。路人大多行色匆匆，很少有人停下脚步。妹妹抬起脏污蜡黄的小脸，哥哥，我好冷也好饿。他们已经3天未能进食，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哥哥低头看着虚弱无力的妹妹，泪水无声的滑落。小妹，再坚持一下，一定会有好心人可怜咱们的。他们来自一个小山村，因为今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他们一路逃荒来到古风城。路途上父母相继病死，只剩下他们兄妹2人吃尽苦头。原本以为来到古风城能讨上一口吃的，可现实非常残酷。如今他们终于坚持不住了，眼前甚至已经出现了父母的虚影。这时一股浓郁的奶香传来，兄妹2人耸了耸鼻子，嘴里不断吞咽着口水。我将一瓶瘦奶递到兄妹2人面前，喝吧。小乞丐李煜再三确认，给我们的吗？我看着眼前的兄妹2人点了点头。很快兄妹2人就把一瓶瘦奶喝得干干净净，他们的身体在瘦奶作用下，不仅体力全部恢复，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壮。两兄妹感受着身体变化，不断向我磕头道谢，谢谢恩人。我扶着他们起身，直接对李煜发问：你在来到古风城的路上，是不是捡到了什么东西？闻言，李煜当即拿出一块泛着淡淡红光的石头。我确实捡到了一个东西，当时我见这块石头
头奇特，就顺手捡了起来。能人想要的话，就送给您了。我掂了掂手中泛着红光的石头，看向兄妹二人。咱们也算有缘，这块石头对我有用，我就收下了。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如果你们愿意留在古风城，我会给你们买下一座小院，帮我干活；第二，如果你们有亲人想要去投靠，我会给你们一笔钱，并雇人送你们过去。李玉想都没想，直接做出了选择。得恩人，我们早就没有亲人了，愿意留在古风城。我点了点头。那好吧，你们跟我来。我直接买下了自家旁边的小院，让李玉兄妹二人住下。然后我又把院墙拆除，扩张了院子。现在小院里有雷击木和不死药残根，还有太古一种风雷鹰。接下来我还要去买8针鸡，小院内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正好趁这次机会扩张一下。我对婉月吩咐：阿月，以后吃饭多添2副碗筷。另外，小风雷鹰和院内的杂活就交给李玉吧。婉月点了点头。是，公子。我取出一本普通的功法交给李玉。对了，这是一本修炼功法，你们兄妹都可以修炼。李玉接过功法，身体微微颤抖。作为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家孩子，每天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奢望，从未想过自己还有能修炼的一天。李玉眼眶通红。公子大恩，我李玉兄妹无以为报，以后为公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拍了拍李玉的肩膀。好了，你们先去洗个澡，待会儿让婉月领你们买几身新衣服。安排好李玉兄妹后，我就来到了飓风园酒楼，准备收了8针鸡。一名伙计笑盈盈的迎了上来。客官里面请。我直接表明来意。听说你们飓风园新到一批赤羽鸡。小二顿时满脸歉意。不瞒客人，新到的100只赤羽鸡全都订出去了。如果客人想要，可以先定下一批，到时候再来取就行。我直接拿出一锭金子。1只都没有吗？伙计顿时呆住了，他为难的看了我一眼。客人，这一锭金子抵得上我3年工钱，但是想买赤羽鸡还是得用零食。我没好气的出声。谁说我要用金子买了？让我进去挑1只，这锭金子就是你的。至于赤羽鸡，我出3倍价钱。随后我直接把金子放伙计手里，伙计眼睛一瞪，望着眼前的金子咽了咽口水，二话不说立马收起金子，带着我往酒楼后院走。公子，这边请。伙计指着一片鸡笼，客人，赤羽鸡全在这里，你随便挑。我一眼就瞄中了其中1只，就那只吧。伙计点了点头。好嘞。说完，直接把关着赤羽鸡的笼子一并给我。我缴了30灵石后，成功把这只赤羽鸡拎出了酒楼。鸡笼内，8针鸡一双眼睛目露金芒，似乎有了灵智。之前他因被凶兽追击受伤，误打误撞闯进一座赤羽鸡养殖场，就伪装成了赤羽鸡，在养殖场内蹭吃蹭喝，却不想伤势刚好转，就被飓风园酒楼给买了。极具灵智的他自然知道被酒楼买下的后果，为了不成为盘中餐，他本想趁着天黑逃走，没想到被人买下了。这如果不逃，说不定马上就会成为一盘菜了。这时他突然感觉鸡笼被一股精纯的法力覆盖，顿时精神一振。难道这人看破了他的伪装？8针鸡非常清楚，对人族修炼者来说，它有多么珍贵，无数修炼者都想吃它，品天下无双的美味。他试探地触碰了一下鸡笼，顿时被法力反弹回来。这下8针鸡彻底急了，开始不断冲撞鸡笼，想要逃出去。可面对我精纯法力的封锁，8针鸡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徒劳而已。我声音平淡，放心吧，你是一只母鸡，我不会杀你，但每天你都要给我下蛋，明白吗？8针鸡确实听懂了，初说我不会杀它时，8针鸡顿时松了一口气。可是听到我要它每天下蛋时，它直接炸毛了。8针鸡一边扑腾着翅膀，一边咯咯叫着抗议。我眉头一皱，给你脸了是吗？再不安静，回去直接把你炖了。8针鸡瞬间安静下来，不过它还是满眼不服。可是当我将它拎进院子以后，8针鸡当即瞪大了眼睛。不说其他，单是吸氧和五色土，就让院内灵气非常充足。而8针鸡最喜欢灵气充足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还看上了雷击木，仿佛吃一片柳叶就能蜕变。只不过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我刚把它放出来，8针鸡就扑向雷击木，然而啪的一声，8针鸡瞬间被一截柳枝抽飞，这让它快速冷静下来，看向雷击木时带上了深深的恐惧。我招呼了一声：“李玉，这只老母鸡得由你照顾，记得每天都要拿鸡蛋。”已经换上新衣服的李玉脸上露出灿烂笑容：“是公子。”随后我就返回了自己房间，拿出了血菩提。血菩提表面上看只是一颗有些奇特的石头，但是随着我法力覆盖，血菩提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通体嫣红如割血宝石，表皮光滑剔透，仿佛有生命一样微微颤动，周身萦绕一层若有若无的血色光晕。当我开始炼化血菩提时，气海瞬间掀起惊涛骇浪，境界也随之突破，直接让我达到了真灵境5层顶峰，只差一步就能迈入神桥境。随后我又进入了第2层梦境修炼，一夜时间很快过去。今日情报1：伏天魔宫敬天痕正在追杀赵颖明月宫弟子，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气运之子云晨被人追杀，在危机时刻误入空间裂缝到达汉州，在经过1天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会在一座悬崖之上获得一具圣人手骨。悬崖位置请点击。林家在玄州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势力，但是却有3个死对头，绝恶宫和伏天魔宫就是其中2个。最重要的是敬天痕拥有特殊体质9幽魔体，我若是吞了它，不仅能让伏天魔宫损失一名优秀的新生代，还能提升自身实力。我内心低语，云晨不愧是气运之子，被人追杀后立刻就有机缘送到他手里。不过云晨要休养1天后才会得手，距离帝江玉佩冷却完成还需要一些时间，应该来得及。随后我直接来到简陋的首饰摊位，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摊主竟然还是那个大胡子。上次截胡的养魂古玉就是在他这里买的。大胡子摊主也认出了我，因此警惕地看着我。此时我随手拿起一块玉石，这块玉石怎么卖？大胡子摊贩认真地看了一眼，直接伸出5根手指，5000块灵石。我顿时一脸吃惊，多少？这块破石头连5块灵石都不值好吗？你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大胡子语气坚决，这次5块灵石我绝对不卖。我又拿起一个小铃铛，那这件铃铛呢？大胡子摊主回应1000块灵石。随后我又拿起几件物品询价，
摊主逐一说价格，大胡子摊主神色间已经有些不耐烦。你老询价，究竟买不买？我指着3样物品，当然要买，这块玉石和那件首饰还有铃铛，你说个价。大胡子摊主伸出一根手指，1万块灵石。我直接砍价，10块灵石。大胡子摊主深深看了一眼我，你等会儿。然后他把周围的摊主全招呼过来，让这些摊主瞧瞧这3件物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周围摊主对着3样研究一会，也没看出什么。一个摊主语气肯定，这没什么好看的，3样物品最多值1块灵石，他如果愿意出10块，你已经赚翻了。另一个摊主附和，是啊，上次人家能捡漏，是本事能耐，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摊子上还有什么好东西吧？第3个摊主呵呵一笑，咱们这些摊子上是赝品，这3样能卖10块灵石，已经是天价了。大胡子一咬牙，好，10块就10块。这次有众多摊主相助，我不信他还能捡漏。见状，我痛快地付了10块灵石，拿到了玉石和铃铛，还有一件首饰玉镯。就在此时，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声响起：“这件玉镯真漂亮，能让给我吗？”一名女子见到我手中的玉镯后，美眸顿时一亮，快步走向这边。女子身穿月白色广袖流仙裙，裙摆绣着银丝暗纹，她正是移花宫弟子沈瑶月。我转身就走，不给。沈瑶月急声阻拦：“等一下，我出100块灵石。”闻言，我心里忍不住嘀咕：这件玉镯价值5万块灵石，想要100块购买，简直是开玩笑。沈瑶月连忙追向我：“我出1000块灵石，咱们还可以商量。”而此刻的大胡子摊主却呆愣在原地。沈瑶月的话语就像是一把刀子刺进他身体。好家伙，玉镯刚离开摊位，价值直接暴涨10倍，可那家伙理都没理，结果价格直达1000，甚至还能商量。这一刻，大胡子摊主内心崩溃，周身的顿时充满怨气。见状，周围的摊主连忙回到摊位，东摸摸西看看，就是不敢和大胡子摊主对视。大胡子张开双臂，跪在地上仰天悲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每次我都会看走眼，而他每次都能捡漏？上一次捡卖了玉石，这次又捡卖了那件玉镯。”不客气地说，如果他识货，早就发财了，又何必在这摆摊卖假货？这时沈瑶月已经追上我了，并不是我跑得不够快，而是他给出的价格太高了，让我不得不放慢速度。我上下打量着沈瑶月：“你刚才说出5万灵石购买这个玉镯。”沈瑶月深吸一口气：“没错，只要你把玉镯给我，我就给你5万块灵石。”我狐疑地看向他：“你年纪轻轻能拿得出5万块灵石？”沈瑶月冷哼一声：“你在小看我？那本姑娘就告诉你，移花公主是我的师尊，区5万块灵石，我还没有放在眼里。”闻言，我立马附和：“原来是这样，10万灵石，玉镯你就拿走。”沈瑶月面色顿时一变：“你怎么不去抢？”我语气平淡：“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件玉镯应该和你移花宫有关。对于别人来说值5万灵石，但对于移花宫10万灵石也不多，更何况在家区5万灵石而已，想必你也不会放在心上。”沈瑶月被气得脸色涨红，真恨不能抽自己一嘴巴，装什么有钱，结果直接被人坐地起价。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根本没有10万灵石。我也看出了沈瑶月的窘迫。怎么拿不出来？这是你闯荡江湖的第一课，以后低调些，不然你还会吃亏。把5万灵石给我，玉镯就是你的了。这一次沈瑶月没敢再多说什么，拿出一个储物袋交给我，里面正好有5万块灵石。沈瑶月拿出一块令牌递给我：“说实话，这件玉镯对我非常重要，这块令牌你拿着，如果遇到麻烦，我移花宫可力所能及的帮你一次。”我点了点头接过：“好，那我就收下了。”我顿时对自己有些佩服。此前沈瑶月出价100块灵石，想要买下玉镯，之后又从1000升价到5万。如果这个时候卖给他，沈瑶月肯定会嫌贵。但是我突然把玉镯的价值从5万暴涨到10万，然后又降到了5万，不仅打击沈瑶月内心的骄傲，更是让她生出失而复得的感觉。而结果就是我不仅得到了5万灵石，还收获了移花宫的令牌。怪不得一些大人物喜欢玩弄人心，明明是相同的价格，但是换一种方式就能让对方感觉占了便宜，还得对自己心生感激。交易完成后，我直接转身离去。与此同时，苏清渊等赵颖明月宫弟子躲藏在一处隐蔽洞穴，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伤痕累累。苏清渊紧咬下唇，也不知道3长老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逃出来。赵颖明月宫与伏天魔宫之间本来就存在深仇大恨，此前他们赵颖明月宫的人与伏天魔宫的人在路上相遇，双方一言不合直接开战。只不过赵颖明月宫的实力终究弱了一些，不敌对方，而他们在3长老的掩护下逃离战场，躲进了这处隐蔽洞穴。但是伏天魔宫的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还在不停追杀。尤其伏天魔宫的敬天痕一直想要让他们成为炉鼎，其中一名女弟子蜷缩着身子：“顾师姐，咱们该怎么办？”伏天魔宫的人迟早会找到朕。苏清渊深吸一口气：“大家先休息一下，我去外面瞧瞧。”这时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在山林中响起，苏清渊眉头微蹙，那股气息是敬天痕的魔气，他好像在和人战斗。而此时我已经找到了敬天痕，并准备吞噬他的特殊体质九幽魔体。我站在山林顶峰和敬天痕相对而立，敬天痕目光冰冷地看着我：“你是林家的那个废物大公子，你竟然可以修炼了。”敬天痕看着我的面容，内心波澜起伏。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本被世人称为废物的我，如今竟然拥有如此强劲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身为伏天魔宫天骄的他，也被我狠狠压制了。我冷笑一声，再次杀向敬天痕。敬天痕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世人都说你是个废物，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你弟弟凌晨的阴影下，没想到你隐藏得这么深。”敬天痕内心突然感觉有点发寒，我有这样厉害的实力，竟然隐忍了足足18年，甚至到现在才被发现，城府简直可怕。最重要的是，通过刚才的战斗，敬天痕已经知道了我的速度。
度究竟有多快？他想要在我面前离开根本不可能，而且他的手下正在搜寻赵颖明月宫的人，想要支援恐怕还得需要一些时间，眼下只能靠他自己。敬天恒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这是你逼我的九幽魔体。只见敬天恒身高暴涨至5米，通体覆盖着暗紫色鳞甲，周身环绕着浓郁的九幽魔气，无尽魔气自其体内源源不断的涌出，化作一条黑龙盘踞在他周身。敬天恒脚步一动，瞬间将地面踩出一个深坑，整个人犹如一颗疾驰的炮弹杀向我。我没有躲避，而是选择了硬碰硬。这一刻，我身上金芒璀璨，细密的肉鳞覆盖全身，数种体质本源也被完全激活，气息同样暴涨。随后我冲上前和敬天恒碰撞在一起，恐怖的能量席卷四方，脚下山峰瞬间被夷为巨坑。敬天恒顿时伤痕累累，他声音嘶哑：“我不信！”接着他使出寂灭掌，魔气化作遮天巨掌，带着鬼哭之声向我压下。我冷哼一声，拿出锈迹斑斑的唯我剑。敬天恒露出不屑笑容：“拿这样一把破剑也想挡我的寂灭掌，简直是痴心妄想！”我眼中杀气满满，今日就拿你来试剑，3杀绝灭剑典，第1杀血域焚天。唯我剑瞬间出鞘，剑气凝聚成一座高达100米的血色巨域，化作狂暴的剑气斩向敬天恒。剑与掌相击的瞬间，方圆万米尽成焦土。我收剑入鞘，眼神冷漠如冰，而敬天恒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口中发出最后的悲鸣：“此人定成我伏天魔宫的心腹大患。”说完，他直接咽了气。我没有丝毫犹豫，带着敬天恒的尸体迅速离开了这里。当我离开后不久，一群伏天魔宫之人赶到，望着被削平的山峰与巨大焦坑，众人面面相觑。更让他们心惊的是，魔子敬天恒不见了。他们纷纷散开寻找，但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一人声音发颤：“难道魔子被人杀了吗？”此话一出，众人如遭雷击，顿时感觉天塌了。为了培养魔子敬天恒，伏天魔宫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修炼资源。敬天恒成长起来后，必是宗门的中流砥柱。如果他死了，对于伏天魔宫而言是一个巨大损失。一旦上头追究下来，他们这些随从护卫会被迁怒，死无葬身之地。伏天魔宫之人面色惨白，最终这群人交换了几个惶恐的眼神，当即化作数道流光，向着不同方向仓皇逃窜。良久，当山林彻底恢复平静，苏清渊才小心翼翼地从隐蔽山洞中走出。他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他眉宇间浮现困惑：伏天魔宫之人全都撤退了，究竟是什么人与敬天恨发生了战斗？难道真是那个家伙吗？此前当战斗平息，他在洞口小心张望时，发现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闪过，虽然没有看清面容，但背影像极了那天与他发生关系的家伙。这个念头让苏清渊心绪复杂难明，难道他又救了我一次？苏清渊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山顶。当苏清渊见到山顶的巨坑以后，他顿时吃惊地捂住嘴巴。此刻的山顶直接被削平，并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里面还残留着恐怖的剑气和魔气。苏清渊喃喃自语：“那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吗？想想也是，和他发生关系以后，我的境界就突破了。可他究竟是谁？”而此时我已经来到了一处隐蔽之地，准备施展吞天魔功吞噬九幽魔体。当我把九幽魔体吞噬殆尽后，成功踏入了神桥一层境界。我低语一声，不愧是吞天魔功。之后我便返回了古风城，并再次进入第2层梦境，一边修炼一边等待帝江玉佩冷却。没过多长时间，我手里的帝江玉佩就散发出一股温热的感觉，这是冷却完成的信号。我直接激活帝江玉佩，第一时间前往汉州。很快我就出现在一片山林中，这里的空间节点正是距离圣人手骨最近的位置。此时天空已经露出一抹鱼肚白。今日情报1：重峻岭山脚下，一头牛已经返祖，食其肉可大补。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黑白学宫藏书阁尘封着一本顶级功法范圣真魔功。位置请点击。我当即做出了决定，返祖的牛可以就去瞧瞧，而梵圣真魔功是绝对的顶级功法，只不过想要进黑白学宫的藏书阁却有点困难，毕竟我不是那里的学生，等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再说。很快我就来到了圣人手骨所在的山洞，而我不知道的是，此刻云晨已经来到了山脚下。沈星兰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云晨，不好了，有人比咱们更快一步找到了拥有圣人手骨的山洞。云晨面色一变，瞬间急了，向着山洞快速赶去。这时我已经进入了山洞深处，山洞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中央石桌积了厚厚一层灰，几株耐旱的藤蔓从石缝里钻出来，把一个破蒲团缠得严严实实。墙角散落着3只破碗，一具森白尸骨盘膝坐于石床上，被蛛网和灰尘覆盖，早已不知死去了多久。最引我注意的是，这具尸骨的右臂骨竟然是金色，还散发着一丝超然物外的强大气息。我不禁猜测，圣人手骨怎么会出现在一具普通的尸骨上面？难道是这具尸骨生前机缘巧合获得了圣人手骨，然后移植到了自己身上？而这具尸骨之所以死亡，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圣人手骨耗尽了生命。随后我直接把圣人手骨取了下来。不管这具尸骨生前如何，但现在它属于我了。随着我将其取下，这具不知死去多少年的尸骨也彻底化为了灰烬。就在这个时候，云晨的身影正向着山洞这边急速而来。见状，我顿时咧嘴一笑，气运之子云晨终究是来晚了一步。随后我脚踩行字秘急速离去。云晨顿时精神一振，那是行字秘，上次在灵犀秘境抢我凝魂莲之人也会行字秘，并且行字秘作为天下最顶级的功法，根本没多少人会。又是他！沈星
心兰内心依旧抱着一丝奢望。云晨，快进山洞瞧瞧圣人手骨还在不在。话毕，云晨迅速进入了山洞，但最后却一无所获。云晨双拳紧握，额头上青筋暴起，内心已然愤怒到极点。为什么这个家伙总是阴魂不散呢？这一刻，沈星兰都非常无语。最开始这人截胡了养魂古玉，之后又在灵犀秘境抢走了凝魂莲，如今云晨被人追杀，误入一处空间裂缝，被随机传送到了汉州。可那人竟然如幽魂一般也来到了汉州，并提前他们一步抢走了圣人手骨。云晨口中嘶吼出声：“师尊，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那人？我现在真恨不得捏死他。”沈星兰口中叹息一声：“为师现在只是残魂状态，对此也无能为力。这次或许就是一个巧合，圣人手骨被抢就被抢吧，为师还知其他的机缘之地。”云晨听见这话，冷静了许多。师尊，汉中哪里还有机缘之地？沈星兰沉思了片刻。汉州有一个强大势力，名为黑白学宫，专门招收培养天骄俊杰。而在黑白学宫的藏书阁内，传说中隐藏着一门顶级功法，你现在倒是可以去试一试。云晨目光顿时一亮。顶级功法。沈星兰声音平淡：“不错，对于普通修炼者来说，想要进入黑白学宫的藏书阁很难，首先要成为他们的弟子，然后通过测试才能进入。不过你应该没有问题。”云晨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师尊。现在我就前往黑白学宫。”这时我已经来到了重峻岭山脚下，只不过眼前的场景却让我眯起了眼睛。这里原本应该是养牛放牧的牧场，可此时却一片狼藉，牛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上更是被鲜血染红。我带着疑惑来到一头牛的尸体旁，发现牛尸体上的伤痕，并非是死于冲撞等蛮力手段，而是非常恐怖的鞭痕。突然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从不远处的一座城镇内传出，我脚步一动，瞬间来到了那里。此刻整个城镇都已经乱作一团，角落里一个瘦小的男孩发出低沉的嘶吼：“我的牛在哪里？”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天真烂漫，可他口中却生出一对恐怖的獠牙，周身缠绕着浓郁的黑气，手中则握着一根魔气缭绕铁鞭。牧童的声音尖细而诡异：“把我的牛还给我！”他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一名中年人身后，铁鞭带着黑气抽出，那中年人甚至来不及回头，就直接没了生机。周围的人群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奔逃。我望着前方的牧童，他已经死亡，但是却被一种变异的虫子控制，成为了一具傀儡。随后我没有犹豫，直接出手。牧童似乎是察觉到了危机，手中鞭子快速抽向我，我微微侧身躲过，然后一把揪下了他脑后的一条黑色蛆虫，并直接捏死了。就是这条黑色蛆虫吞噬了牧童的大脑，又操控牧童的尸体屠杀其他人。我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在法力加持下，清楚传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大家别害怕，现在已经安全了。我看着惊魂未定的人群，问出了心中的疑惑。现在大家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吗？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站了出来。你就是我们冯源镇的大恩人呢。在老者的诉说下，我知道了前因后果。不久前，一头老黄牛竟然开始吃人，随后这头老黄牛的身体就变得狰狞恐怖，普通刀剑都伤害不了它，并且老黄牛身上的寄生虫也发生了变化，只要被这些虫子寄生的人，就会失去理智，大开杀戒。被我杀死的牧童就是个例子。我点了点头，原来如此。看来这头老黄牛确实返祖了，但是它的血脉应该更偏向杀戮。最重要的是，现在这头老黄牛还没有离开冯源镇。这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头身躯庞大的魔牛出现在所有人眼中。魔牛通体漆黑，唯有双眼闪烁着猩红光芒。当魔牛现身的一刻，平静的场面再次混乱起来，人们争先恐后的开始逃跑。可就在此时，一名10多岁的少年不仅没有逃，反而手持一把柴刀，做出了迎战的准备。少年口中嘶吼出声：“该死的魔牛，你杀我全家！今天我要给父母和弟弟报仇！”魔牛自然注意到了这个少年，他前蹄刨了刨地面，直接向着少年冲撞而去，铁蹄践踏大地，震得地面隆隆作响。少年面色苍白，但他还是紧咬牙关，拼尽全力挥出了手中柴刀。我要给父母和弟弟报仇！话音刚落，柴刀便落在了魔牛身上，顿时发出一阵金铁交击之声，却根本无法给魔牛造成任何伤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一脚将魔牛踹飞出去。魔牛庞大的身躯在砸烂数座房屋后，才勉强停了下来。少年瞳孔紧缩，目光呆滞地望着我的身影。好强！魔牛从一片倒塌的废墟中站起身，双目死死盯着我。他四蹄蹬地，如一颗炮弹般向着我冲来。我冷笑一声，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狠狠砸在魔牛的头上。魔牛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扑通一声，魔牛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他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随后我缓缓收起拳头，结束了这场战斗。这一幕给少年带来无尽的震撼，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就仿佛在看待一尊神明。一股变强的欲望在他内心疯狂滋生。少年深吸一口气，直接跪倒在我身前。我想变强，您能教我吗？话语落下，少年直接磕了一个响头。我语气平静：你变强后想做什么？少年声音坚定：我要保护我爱的人。见状，我取出一本功法交给少年。你我也算有缘，这本功法你拿去吧。面对压迫感十足的强大魔牛，少年能够挥出那一刀，就足以证明他的勇气，所以我不介意给他一个修炼的机会。少年猛然抬起头：谢谢恩人。随后我便来去了黑白学宫。这时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今日情报1：吴家小公主吴清欢暗中杀掉黑白学宫的一名天才学生，黑白学宫正在调查此事，却没有丝毫头绪。证据影像水晶已经存入储物戒指。今日情报2：气运之子云晨
今日将会打破黑白学宫的力量记录，获得一节神雷本源。得知这几条消息，我内心思索着，这是要让我去威胁吴清欢，搞点凝视花吗？毕竟一些小说里的反派都是这么干的。况且云晨竟然也来到了黑白学宫，还获得了一节神雷本源，我怎么才能把他给抢过来呢？一节神雷是一雷的一种，只要拥有一节神雷本源，我便能掌控雷霆，增强自身实力，并且一节神雷还能不断升级，最终达到足以灭世的9节神雷。此时我已经来到了黑白学宫，门外人山人海，无数求学的修炼者都聚在这里。一名面容方正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想要报名的人来这里排队，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我黑白学宫的学生。闻言，我直接加入了排队的行列。这次的测试非常简单，黑白学宫大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门，只要穿过它就算成功。它能测试出修炼者的天赋，更能测出一名修炼者是否是奸恶之人。很快就轮到我了。当我跨过小门时，身前突然出现一股强大的阻力，整个人仿佛被一座山峰压住，动弹不得。我强撑压力向前踏出一步，成功跨越小门，进入了黑白学宫。面容方正的中年人满意的看着我，去学宫里面吧，到时候自有人为你安排好一切。我点头应是，直接向黑白学宫内部走去。就在此时，一对正在拉扯的男女引起了我注意，男子拽着女子的手。清欢师妹，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气质高冷的吴清欢脸色难看。师兄，咱们是不可能的，我已经有了道侣，还请你不要再纠缠我。男子一脸不相信。你就不要骗我了，你有没有道侣我还不清楚吗？吴清欢见到我眼睛顿时一亮，立马来到我身边抱住了我的胳膊。他小声传音，能和我亲密接触，算你运气好，不过你千万不要生出什么非分之想，我只是让你帮我这一次。我眯起了眼睛，这吴清欢似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仿佛成为他的挡箭牌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一样。话语落下，男子充满敌意的看向我，我毫不客气的出声，这位师姐，我才通过测试进入黑白学宫，咱们认识吗？我叫什么你知道吗？吴清欢顿时瞪大了双眼，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个家伙竟如此不给面子。我一把甩开吴清欢，继续向着黑白学宫里面走去。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吴清欢心中怒气满满，她可是黑白学宫公认的冷艳女神，可如今竟然有人敢无视她的要求，她定要让对方好看。男子见我离开，变得喜笑颜开。清欢师妹，我就说你不可能有道理。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快步走来，搂住了吴清欢。谁说清欢师姐没有道理？此人正是气运之子云晨，他如今因为打破力量极限，已经是黑白学宫的名媛，现在又为吴清欢解围，自然收获了吴清欢的好感。然后男子开始威胁云晨，云晨则强势打脸，狗血剧情继续上演。此时我望着不远处的藏书阁，心中不断思考，怎么才能进入藏书阁呢？想要进去得有长老的举荐，或者是为黑白学宫立下大功才行。至于潜入藏书阁就不用想了，藏书阁作为黑白学宫的重地，里面有强者坐镇，以我现如今的实力，贸然闯入和找死没什么区别。突然我发现云晨和吴清欢正有说有笑的走向藏书阁，两人似乎已经成为了道侣。我低语一声，这就是气运之子吗？走到哪里都有女人喜欢。想到之前吴清欢对我高高在上的态度，再瞧瞧如今他对云晨的热情，对比一下差距简直是巨大。最重要的是，云晨作为气运之子，若是进入了藏书阁，那隐藏在藏书阁内的范圣真魔功一定会落在他的手中。我看着云晨身边的吴清欢，突然有了主意，然后我便静静等待起来。果然云晨进入没多久，一股沧桑古老的气息就从藏书阁爆发。我喃喃自语，看来云晨已经获得了繁圣真魔功，现在他身上应该有2套功法，除了繁圣真魔功，还有一节神雷本源。随后我直接把视线锁定在了吴清欢身上，故意在他的必经之路停留。吴清欢看见我的身影，果然跟了上来。我脚步一转，拐进一条僻静无人的小巷，随后我停下脚步，缓缓转身。吴师姐，你跟了一路不累吗？吴清欢目中冷芒闪过，内心竟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你知道我跟着，还敢来如此偏僻的地方？我脸上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这有何不敢？我就是想请师姐过来谈一笔交易。吴清欢嘴角勾起讥诮的弧度。什么交易？我语气平淡。你如今是云晨的道侣，我要你利用这身份，把他手里的一节神雷本源和繁圣真魔功弄来给我。吴清欢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轻蔑地哼了一声。你明知我是他道侣，还让我去偷他的东西，真是疯了。他周身灵力隐隐波动，眼看就要动手，我不急不缓，从怀中取出一块水晶，在指尖把玩。吴师姐，3天前你杀掉副公主亲传弟子的事，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吴清欢瞳孔骤然收缩。你在胡说什么？我不明白。我指尖微动，水晶播放出吴清欢杀人还有毁尸灭迹的片段。那我可以帮师姐把这份留影送到副公主手里。吴清欢呼吸一滞，死死盯着水晶。等一下，我将水晶收回。师姐，你只需要告诉我做还是不做，这样的留影水晶我手里可不止1份，你明白吗？吴清欢胸口起伏数下，最终垂下眼帘。我做，但是你保证东西到手，所有水晶都会销毁。我点了点头。东西拿到，我自会处理掉这些水晶。最终吴清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转身快步离去。我静立原地等待结果。一夜时间很快过去。今日情报1：黑白学宫弟子顾周将会和气运之子云晨进行擂台战，3招落败且重伤。今日情报2：黑白学宫副公主的一处药园内，一株已经死去的悟道补茶树，今日将会重新焕发生机。顾周
是公主的亲传弟子，还是大荒战体的拥有者，号称同辈中的第一人，可以想象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但是云晨竟然3招就能将顾州击败重创，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重伤的大荒战体一定要得到。如今帝江玉佩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冷却完成，哪怕我将大荒战体吞了，也能从容离去。而悟道古茶树的价值与不死药不相上下，我内心低语，先将悟道古茶树弄到手，再去吞了身受重伤的大荒战体。当然，一劫神雷本源和繁盛真魔功也得拿到手。果然天刚刚亮，吴清欢就再次找到了我，只不过此刻的他的神色极其疲惫。吴清欢声音有气无力，一劫神雷本源和繁盛真魔功，我给你拿到手了。他为了拿到这2本功法一夜未睡，甚至将自己作为炉鼎贡献给了云晨，云晨这才将功法借给了他。我望着眼前的功法，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错。吴清欢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现在你该把水晶销毁了吧？我立马答应，没问题。说完，我直接拿出影像水晶，并将其捏碎。吴清欢顿时松了一口气，同时他心里也涌起对我的杀意。就在吴清欢想着该怎么将我大卸八块时，我的一记手刀直接贯穿了吴清欢的心脏。吴清欢顿时面露惶恐，你竟然敢杀我！我语气平淡，留着你始终是麻烦。话语落下，吴清欢就失去了气息，他似乎完全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狠辣。接下来我直接将吴清欢的尸体扔进了储物戒指，然后向着副公主的药园而去。只不过我在路上听到了一个信息，云晨和顾州2人即将进行擂台战的消息一经流出，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为此还设下赌局。云晨3招战胜顾州的赔率是100倍，反观顾州1招战胜云晨，赔率仅有30倍。从赔率来看就知道，所有人还是更看好顾州。虽然云晨打破了黑白学宫的记录，成为了风云人物，但人们对顾州这个同辈第一还是更有信心。我咧嘴一笑，如果我押云晨1万块灵石，他3招就能击败顾州，那么我将会得到100万灵石，这可是送上门的灵石，不要白不要。随后我不顾他人诧异的目光，将3万灵石都压在了云晨上，并不是我不想多压，而是怕庄家拿不出更多的灵石，毕竟这可是100倍赔率。庄家目中露出玩味之色，你确定要把3万灵石压在云晨3招击败顾州上？我语气坚定，确定。庄家微笑着出声，好，收好押票，希望你能大赚一笔。然后我转身离去，来到了副公主的药园。只见药园内有许多珍贵的药草，但是最惹人注目的还是药园中央的悟道古茶树。它的主干早已开裂，没有丝毫生机，但是黑褐色的枝干上却有几点新绿顽强的探出头来，为这古老的生命增添了几分生机。而在药园四周，隐约可见无数符文在灵雾中流转，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开来。望着眼前的药田，我不禁感叹，要是能把整片药田都搬走该多好。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悟道古茶树。随后我隐藏在暗处，静静等待机会。不多时，一名负责照料药园的学子满脸狂喜地跑了出来，口中喃喃着发芽了。他急匆匆地朝着副公主的方向奔去，显然是去报告悟道古茶树重获新生的好消息。而我找准机会，悄无声息地跟上，在一个僻静角落迅速将其解决，换上他的衣服，并拿到了自由出入药园的令牌。我凭借令牌顺利通过药园门口的禁制，成功潜入了药园。园内的防守比想象中松懈，毕竟这里是黑白学宫腹地，又是副公主的私人药园，谁敢来捣乱？这倒方便了我行事。我径直向着悟道古茶树而去，众多药园学子都在干活，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我握住悟道古茶树的树干，猛地一发力，将其连根拔起，然后瞬间收入储物戒指，并快步离开了药园。一段时间后，一名正在干活的药园学子直起腰，揉了揉脖子，目光随意扫过药园中央，动作猛地僵住。他指着中央那个大坑惊呼：“悟道古茶树没了！”起初药园学子还不相信，开什么玩笑？这里可是黑白学宫，谁敢来捣乱？找死吗？可当所有人都看到那个空荡荡的大坑时，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所有药园学子都慌了。古茶树今日刚发芽，已有人去禀报副公主，现在树却没了，他们该如何交代？时间在紧张压抑中流逝，药园学子心中疑惑，奇怪，副公主怎么还没来？随后又一名学子被派去禀报消息。副公主听到前半句，内心刚升起一丝喜悦，可后半句话直接让她眼前一黑，差点一口老血吞出来。什么？悟道古茶树已经发芽，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就让人偷走了？她为了让悟道古茶树复苏，付出了巨大代价。万万没想到，如今她活了过来，却是给他人做了嫁衣。你们这些药园学子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在眼皮子底下都能让悟道古茶树被人偷走，我倒要瞧瞧是何人如此胆大包天！副公主大怒，直接动身前往药园调查。而此时云晨和顾州的战斗已经结束，结果出乎所有人预料，作为黑白学宫同辈第一人，身负大荒战体的顾州，竟然在3招之内就被后起之秀云晨强势击败，最后身受重创，被人抬下了擂台。我面带笑容的来到赌摊前，并拿出了押票。老板，这是我的押票，灵石拿来吧。庄家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兄弟，你运气真是太好了，佩服。庄家表面上在笑，但内心已经哭了。当初所有人都看好顾州，只有我压了云晨，他还以为来了个冤大头。云晨1招胜赔300，2招胜赔200，3招胜赔100，本就是噱头，谁能想到真有人能压中？整整300万灵石交到了我手里，立刻引起了一阵轰动和无数贪婪嫉妒的目光。但我毫不在意，在黑白学宫内，还没人敢明目张胆的动手。到时候等我离开学宫范围后，就直接激活帝江玉佩返回玄州，根本不怕人追查。3000州浩瀚无垠，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我内心低语一声，重伤的大荒战体，我来了。经过我一番打探，终于知晓了顾州正在凌云殿养伤。此刻凌云殿某房间内传出顾州愤怒的咆哮。
混账！我堂堂公主亲传，竟然比不过一个才进学宫不久的家伙，还被对方3招击败，重伤昏迷被抬回来，简直是耻辱啊！顾周此刻面目狰狞，疯狂打砸着房间内的一切，紫檀木桌被踹翻，青花瓷瓶摔得粉碎，剧烈的动作让他伤口崩裂，鲜血染红衣袍。顾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这不仅是耻辱，更是给师尊抹黑。门口2名追随者默默摇头叹息，其中1名女追随者低声：“主上的伤口又裂了，我再去取些药来。”说罢转身离去。片刻后，女追随者返回，我则端着疗伤物品跟在她身后，又一次替代他人混了进来。顾周面色阴沉，看到我这个陌生面孔后，他眉头顿时一皱。你很面生，说吧，花了多少灵石才买到这个给我换药的机会？他以为我又是哪个想巴结他的弟子，我咧嘴一笑，伸出5根手指。顾周心情极差，看到外人更觉得狼狈。5000灵石吗？通知下去，从今天起，我不想再见到任何陌生面孔，把药放这里，滚出去！我点头应是，向前迈步。就在接近顾周的瞬间，5根手指并拢成刀，手刀毫无阻碍地贯穿了顾周的心脏。顾周顿时瞪大双眼，这里可是黑白学宫，而他又是公主的亲传弟子，谁敢在此行凶？这无异于对黑白学宫最大的挑衅。所以顾周从未想过有人敢在黑白学宫内刺杀自己。2名追随者反过来，面色巨变。主上，他们第一时间杀向我，我早有准备。唯我道剑瞬间出鞘，凌厉剑芒划过，2名顾周的追随者直接被我强势斩杀。顾周生命力顽强，心脏被毁仍未立刻死去。为什么？究竟是谁派你来的？不得不说，大荒战体的生命力就是强悍，心脏都被毁了还没死掉。我语气满不在意，都快死了，知道那么多做什么？话语落下，我一掌拍在顾周脑袋上，将其彻底杀死。随后我将尸体扔进储物戒指后，直接转身离去。店内其他人都知道顾周惨败后心情极差，所以无人敢来触眉头。我必须趁这段时间尽快离开，因为我知道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杀了吴清欢，夺了1节神雷和范圣真魔功，拔了悟道古茶树，现在又干掉了公主亲传顾周。黑白学宫很快会全面戒严，到时候再想离开就晚了。我强作镇定，向着学宫外面走去。当我路过中心广场时，那里早已人山人海。云晨如今风头无限，学宫特意为他举办专场，分享修炼心得，这顿时让云晨受到众多学子的追捧。云晨面露微笑，目光扫视八方，就如同一位高高在上的王，正在享受臣民们的拥戴。突然，云晨眼角余光扫到了1名正向着黑白学宫门口快步走去的身影。云晨目光凝视着我的背影，面色不断变换。这个背影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忽然，云晨精神一振，那个家伙竟然也来了黑白学宫。云晨立刻分开乌泱泱的人群追来，但当他走出人群时，已失去我的踪迹。云晨直接跑到学宫大门处，周围的一众学子则被云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弄懵了。这是干嘛？仿佛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察觉到了云晨的动作，幸好追捧他的学子为我争取了一些时间。我加快脚步，走向学子专用通道。只要穿过那里，我就能彻底离开黑白学宫了。云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给我站住！”如今云晨的实力突破，身法雷动九霄也有精进，他非常自信，在速度方面绝对不会再输给我。我头也不回，反而加快速度。傻子才会站住！云晨急声大喊：“快关门拦住他！”我不再隐藏，直接施展行自命。来你大爷去吧！只听嗖的一声，我直接穿过了专属通道。云晨彻底确定我的身份，怒吼着追出。行自密，果然是你这个混蛋！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你！雷动九霄！我和云晨一前一后的冲出黑白学宫。这一次云晨的速度大增，我一时间竟无法甩开他，距离甚至还在进一步拉近。云晨大笑：“这次你逃不掉了！”云晨内心更是激动的砰砰直跳，马上就要抓住这个屡次抢夺他机缘的混蛋。然而当我取出一团神雷本源后，情况再次发生了转变。1节神雷是1雷，可全方位增幅修炼者的实力。如今我虽然还未融合掌控它，但借用其一丝威能完全没有问题。下一刻，我周身萦绕青蓝色的雷电，整个人笼罩在耀眼的电光中。突然我猛地一踏地，化作一道青蓝色的闪电朝着前方而去，瞬间将距离再次拉开。云晨内心大怒，那该不会是我的1节神雷吧？怎么会出现在他手里？说完，他脸上充满了无奈，眼前一花，又失去了我的踪影。云晨张开双臂仰天悲呼，又让他跑了，根本追不上。这时数道身影出现在云晨身边，为首是一名面容严肃的白衣中年人，也是学宫的一位老师。云晨，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云晨眼珠一转，老师，我怀疑那人盗走了学宫的宝物，甚至之前发生的命案，我感觉也和他有关。云晨自己抓不住我，就想借助黑白学宫的力量，他直接在我身上扣下几顶大帽子。闻言，白衣中年人神色顿时一变，人既然已经跟丢，那咱们先回学宫从长计议。只要这人还在汉州，就逃不出咱们黑白学宫的手掌。然而当他们返回学宫后，听到的最新消息让他们全都懵了。副公主药园内刚复苏的悟道古茶树被盗，公主亲传弟子顾周在凌云殿内被杀，尸体失踪，天才女弟子吴清欢也已失踪。白衣中年人和云晨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里的吃惊。云晨内心更是震惊到极点，此前他在白衣中年人面前是故意污蔑我，想要用黑白学宫来抓住我。可云晨万万没想到，他的污蔑是真的。很快我上了黑白学宫的通缉榜，我的所作所为传开，引起一片哗然。在汉州得罪黑白学宫，几乎是自寻死路。但此时我早已通过帝江玉佩返回了玄州。回到小院后，我开始整理此行收获。圣人手骨催动一次消耗巨大，但爆发的威能却超乎想象，可作为底牌使用。磨牛肉10只可大补，足够我吃上一段时间。而1节神雷本源，我直接将其融入气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彻底炼化。范圣真魔功是古界的顶级功法，修炼者体内会同时涌现金色佛光与漆黑魔光，此功法共分9重，
每突破1重，体内的佛魔之力便会暴涨1分，待到第9重圆满，可化身泛圣真魔。而悟道古茶树，我则将它种植在了5色土中，让其逐渐恢复生机。我暗自嘀咕一句，随着灵植越来越多，息壤和5色土就有点不够用了，得想办法弄点特殊土壤才行。随后我便返回房间，开始吞噬大荒战体的本源。很快我的实力就达到了神桥境2层，最后还有300万灵石，让我发了一笔横财。总之这次的汉州之行可谓是收获满满。婉月唤了一声，公子开饭了。餐桌上，牦牛肉被婉月处理后，可谓是飘香四溢。除了牦牛肉，还有8珍鸡的鸡蛋，再加上瘦奶，这一顿饭下来，对于婉月和李玉等低境界修炼者来说，更是好处多多。不仅能加快他们的修炼速度，还能提升他们肉身强度和修炼天赋等等。饭后，我花费灵石进入梦境修炼，一夜时间很快过去。今日情报1，杀手组织影杀门的一名杀手绑架了他拥有星耀玉体的师妹，欲要行不轨之事，只因他师妹在成年这一日破身，他将会获得对方的1半修为。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明日威远镖局在护送商队的途中，将遭到3个山寨联合打劫，段云寨寨主石金山将会获得1吨灵金沙。位置请点击。听见这几条消息，我微微一笑。那女子是星耀玉体，还有这等好事，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吧？至于灵金沙，明天再找机会搞过来。很快我就来到了系统提示的位置，只见这里是一片乱石林，各种石头千姿百态，毫无章法的散落着。而在乱石林深处，一名身穿黑色劲装的女子瘫坐在一块巨石旁，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师兄，我一直拿你当亲人看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对面一名身材矮小、满脸麻子的青年正淫笑着逼近。霜雪师妹，既然你拿师兄当亲人看待，为师兄牺牲一下怎么了？不过是你1半的修为而已。林霜雪虚弱的呼喊：“不要！救命！”麻子师兄呲着一口大黄牙出声：“叫吧，越叫我越兴奋。”就在他欲行不轨时，林霜雪目中立芒闪过，口中吐出一根银针。麻子师兄反应极快，但还是被这根银针贯穿了耳垂。林霜雪眼见自己的银针命中，他大笑出声：“师兄，被我这根银针射中，不出3日，你就会全身溃烂而亡。”原来林霜雪刚刚的柔弱全是装出来的。身为杀手，他双手沾满鲜血，又怎么可能会柔弱？麻子师兄大怒，一巴掌将他打得满嘴是血。贱人，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一招，跟你那老不死的师傅一样阴毒。说着就要撕扯林霜雪的衣服，突然一道凌厉的剑芒自我手中爆发，刺向麻子师兄的后心。麻子师兄惊怒交加，勉强躲过了我的偷袭，反手一掌拍向我心口，我却脊背挺直不闪不避，砰的一声，掌力落在我身上，发出金铁交鸣之声。麻子师兄只觉五指发麻，就仿佛拍在千锤百炼的玄铁上，整条手臂都在剧痛。他顿时无比震惊。我缓缓抬眼，你这一掌似乎也不过如此。话音未落，我胸口衣衫寸寸碎裂，肌肤隐有龙鳞纹路流转。麻子师兄连忙后退3步，显然是没想到他比我高出3重境界，全力一击竟伤不了我分毫。下一刻，麻子师兄恼羞成怒，口中低斥一声，脚欲杀。只见他手握一柄紫色的匕首，身形化作血影消失。我目中黄金光芒闪过，黄金瞳开启，麻子师兄的动作仿佛被放慢了10倍，金铁交击之声不断，璀璨夺目的火花在我周身溅射。麻子师兄越打越心惊，我却淡淡评价了他一句：“你实力不错。”麻子师兄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混账东西，比我低3重境界，如今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你在瞧不起谁？今日看我如何灭了你！随即我运转泛圣真魔功，周身金紫光芒交织，泛银魔效并存。我一掌拍向麻子师兄，他避无可避，硬生生接下这一掌，顿时口喷鲜血，全身骨头断裂。他恐惧地看着我：“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招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彻底怕了，连忙向前跑去。只可惜在我面前想要逃跑，无异于痴心妄想。我直接将他送走。随后我喃喃自语：“凡圣真魔功仅是入门，没想到就有此等威力，不愧是最顶级的功法。”这时林霜雪收起震惊的目光，露出一副我见犹怜的乖巧模样。多谢你救了我。话音刚落，他就猛地出手，准备在我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偷袭。林霜雪嘶吼着大喊：“臭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却咧嘴一笑，在黄金瞳的洞察力下，我早就发现了他的小动作，于是我直接打断了林霜雪的4肢，以绝后患。林霜雪到死都不瞑目。正常情况下我应该英雄救美，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对手长得漂亮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最终我吞噬星耀玉体后，成功踏入神桥境3层。但我不知道的是，我杀掉了这2人，身上就会被种下影杀门的死仇印记，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印记找到我。就在我返回古风城的时候，千里外的一座山峰上，一名银发老妪看着手中碎裂的魂牌，杀机顿时浮现。好大的胆子，竟敢杀我的徒弟！不论你是谁，都必死无疑。她正是影杀门长老玄云婆婆，一位涅槃境的强者。等玄云婆婆处理完手头之事，就会来报仇。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此时我已经返回小院修炼。今日情报1，白小贼偷到1瓶归元液，想要换瘦奶喝。位置请点击。今日情报2，移花宫天池底部藏有记载无香妙诀的神秘符文，解密方法请点击。我低语一声，归元液正好我需要。既然他想换瘦奶喝，那就给他。至于无香妙诀是移花宫的绝学，不仅可以改变修炼者的体型和容貌，更是能遮蔽天机。只不过当初的移花宫经历了一次大劫，无香妙诀直接失传，没想到他就隐藏在天池中。我迅速就做好了决定。算时间，以段云寨为首的几个匪窝应该快要对那支商队动手了，先去将灵金沙搞到手再说。于是我立马赶到了劫杀商队的地方。此时那些山贼强盗已经与商队发生了激烈冲突，
一名身形如铁塔的汉子呵斥出声。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威远镖局护送的商队，你们也敢劫？段云寨主石金山冷哼一声，抢的就是你们。很快在三大山寨的围攻下，打得威远镖局节节败退，他们最终不敌，只能黯然离去。三大山寨获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只不过事情还没完。隐藏在暗中的我，本以为三大山寨之人会现场分赃，却不料段云寨主石金山直接用毒，将另外两大山寨之人放倒在地。两大山寨之人纷纷破口大骂：“石金山，你卑鄙无耻，不讲道义！”石金山却狂笑起来：“无毒不丈夫，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只有不择手段才能变得更强。”没用多久，另外两大山寨之人就被杀光。石金山满脸笑容，准备打道回府。然而他转身一看，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竟不翼而飞，他暴怒咆哮：“东西呢？”却只远远瞥见一道迅速消失的背影。